这是我的身体。我曾是这方大师的绝顶强者之一，一生收徒100位，个个精彩绝艳，但奈何天生命短，仅仅活了200年。恭送师尊！恭送仙尊！我复活了，修为果然所剩无几，不过无数神通功法还在，重回巅峰只是时间问题。师兄，这山谷到底是什么来历？为何女帝大人派我们轮流在此守护？这里是埋葬仙尊的地方。仙尊？不错，各大势力中有名有姓的人物，很多都是仙尊的弟子，就连我们的万华女帝也不例外。原来如此，可既然仙尊如此厉害，怎么会……仙尊有短命之症，这也是他唯一的遗憾。几位道友，请问苍鹰镇怎么走？请问苍鹰镇怎么走？罢了，你们退下吧。我没看错吧？从山谷里出来了一个人。我也看到了。这山谷不是生命禁区吗？那人是从哪里冒出来的？难道……快去禀告女帝大人！我就是在那里遇见的最后一个弟子。300年前，他还只是个衣衫破旧的小乞丐，但真正让我放心的，也只有这个最小的。其他弟子或是心怀异志，或是有自己的打算。即便在我教导下成就非凡，却也渐渐疏远了师门。先去苍鹰镇看看吧。这么多年过去，难保其他弟子不会变心。暂时也只能相信小丫头。女帝大人，弟子有要事禀报。何事如此惊慌？回女帝大人，守卫仙尊安眠之地的弟子传来消息，说有人从里面出来了。你说什么？是真的，守卫亲眼看见一个人从山谷中走出，那人问了苍鹰镇怎么走，然后就离开了。那处禁地明明布下了师尊最得意的万华天幕，即便是当世的顶尖强者也绝无可能闯入。那人长什么样子？是一位青年男子，约莫只有炼神初期的修为，但气质非凡，给人一种深不可测的感觉。青年男子，在我的记忆中，师尊是一位白发苍苍的老者。难道？传令下去，封锁苍鹰镇周围方圆1000里，全力搜寻那位青年，切记不得无礼。遵命。这是苍鹰镇，300年了，沧海桑田，竟至于此。老丈，请问这里是苍鹰镇吗？客官是外乡人吧？如今已是苍鹰城了，只是大家还习惯叫旧名。不知老丈可知道，这里有个在这姓苏的女子，修为应该挺高的。姓苏的倒是有几户，但修为高的不曾听说。不过若想打听消息，不妨去天机阁，就在城东玄月街。据说只要灵石足够，连女帝最隐秘的旧闻都能查到。天机阁，这2道横幅怎么这么熟悉？师尊，弟子立志要做天底下最灵通的耳目，上知天，下知地，中间知空气。这天机阁，莫非是当年那个爱打听的小子弄出来的？我要打听一个人。这个好说，我们天机阁打听人员行踪再简单不过。敢问是何方人士？需要了解什么方面的信息？柳清雪。客官慎言慎言啊！万华女帝之名，岂能随意提起？若被禁卫听见，你我都要遭殃啊！万华女帝，客官可莫要直呼圣名啊！确定万华女帝是柳清雪吗？千真万确，万华女帝的名号，大陆上谁人不知？客官这样直呼女帝名讳，若被万华宗的人知道，那可是麻烦。世事无常啊，时间过得真快。小雪也懂事了。小雪语气分明是把万华女帝当成了晚辈，这么年轻，难道是疯子？客官，您这话若是被别人听见，无妨，我与他自有渊源。您别开玩笑了，我们还是说正事吧。您想查询什么信息？我想知道万华女帝的下落。女帝的行踪几乎是公开的，万华宗宗门所在
便是他的潜修之所。天机阁可知9叶生机草的下落？这位仙子，请息怒，不知是何急事。我师妹中了剧毒，听闻只有9叶生机草才能解，无论何等代价，我都付得起，只求速速告知。此毒凶猛无比，在下这就去查密库。撑住，西瑶，一定要撑住！不行了，这剧毒发作太快，怕是等不到药材。西瑶有玄功在身，再撑一时半会儿不是问题。只要药材到了，一定有办法。如果用9叶生机草，你师妹不出30秒就会死。你说什么？你算个什么东西，敢在这里指手画脚！方玄州退下。阁下既然这么说，难道知道我师妹中的是何毒？我要是没看错，她是被七魅纸蛇咬的。七魅纸蛇？从未听说过。那种蛇是不是通体漆黑，身上有6个银环，将身躯分成7节，每节约1个手指长短？阁下怎会知道？确实是这样一条怪蛇。不过是瞎猜罢了。区区一条毒蛇，何足挂齿？我看你不过是想趁机炫耀。七脉纸蛇生于阴寒之地，毒性极烈，中毒者全身气脉受阻。若是强行运功，只会加快毒性蔓延。阁下既知此毒，可知晓解法？若能救我师妹，万华宗必有重谢。七脉纸蛇乃是剧毒之物，此蛇虽小，却凶悍异常，一旦被其咬中，不出半个时辰便会殒命。从它的症状来看，应该已经过去2个时辰。之所以现在还没死，是因为处理得当。压制毒性的人，还算有点东西。那可不，我可是药王谷的嫡传弟子。有点东西，但不多。药王谷乃是300年前出现的一个圣地，前身是一个很小的门派，名为圣医堂。药王谷的药王名为木然，他乃是大陆上医术最高之人，天底下就没有他治不好的人。只要没死，带去药王谷一趟，保准能活蹦乱跳的出来。木然，你自己都是个病秧子，还想学医？师尊，弟子一定要学会治好天下所有的病，包括自己的。没想到300年前那个病秧子，竟然真成了一代药王。阁下多谢指点，但此事关系我师妹性命，我还是选择相信药王谷的弟子。可惜了这位姑娘。你说什么？查到了，城东药王坊有9叶生草出售，据说是前日刚到的新货。9叶生机草可是稀世宝药啊，能亲眼看到，可值了。玄州师弟，靠你了。好精妙的手法，不愧是药王谷的弟子。成了！这丹药成色极佳，不愧是药王谷的弟子。有他在，西瑶姑娘肯定没事。就是嘛，有些人竟然说9叶生机草有害，简直信口雌黄。我从来只用事实说话。哼。好了，西瑶没事了。看到了吧，我乃药王传人，一点小毒，哼，手到擒来。怎么回事？西瑶，等等，这情况和那个少年说的一模一样。我说过，9叶生机草会加速毒性发作，现在他的时间不多了。还请阁下出手救救我师妹，我愿意付出任何代价。念在你们是他的门人，我就救他一命吧。阁下是说，你身上不只有治病的药材吧？应该还有毒药。我确实带了一些毒，但阁下是怎么知道的？把你身上的毒药都拿出来，把你的丹炉也借我用用。这是什么炼丹手法？就算炼制毒药，也不能这样吧？不管药材之间的相生相克，就这么一股脑的扔到一起？那是庸才才需要了解的东西。
连药材的相声细鹤都不管，这也太儿戏了吧！看来之前只是瞎猫碰上死耗子，他根本不懂医术。求求你了，一定要醒！这是丹炉的气灵被唤醒了，就连师傅也只能勉强催动气灵，他是怎么做到的？还差一位。怎么这么快？这些药材烧需要2个时辰才能完全炼化。这是什么鬼东西？光是闻一下就感觉灵气都凝滞了。这玩意儿真能救人？寻常人中了这毒，怕是要当场毙命。7星解毒丹，3息之内服下，否则药效减半。这吃下去真的不会死人吗？疯了！那种毒丹吃下去，就算天王老子来了也救不回来了。夕阳，不要靠近，毒素正在排出。夕阳，你醒了！老夫行医60来，还是头一次见到这等奇事。这位年轻人到底是谁？如此神奇的医术，恐怕连药王谷的长老们都自叹不如啊！夕阳，你感觉怎么样？方才我明明感觉已经回天乏术了，可现在体内的毒素竟然一点也没有了。敢问前辈，您是怎么做到的？七妹纸蛇虽然是毒蛇，却不靠毒杀人，它是靠将自己的生命力灌注进目标体内。这种生命力对人来说就是剧毒。你用9叶生机草，不就等于在火堆中又加了一把柴吗？原来如此，多谢前辈指点。感谢前辈救命之恩，若非前辈出手，师妹今日必死无疑。不必挂怀，要不是看在万华女帝的面子上，我才懒得多管闲事。您认识我师尊？当然认识，而且比你们任何人都要熟悉。这人年纪轻轻，如何能认识师尊？莫非是得到了女帝的指点？这是灵脉觉醒！天啊，苍鹰镇竟然有如此多的灵脉！真正的陆河境界，此境界一旦突破，便能调动天地之力，实力将有质的飞跃。是时候去见见那个小丫头了。那位万华宗的顾姑娘现在住在哪里？好像是住在城东的清风雅舍，那是万华宗在我们苍鹰镇的落脚点。你看到昨夜的天象了吗？七彩极光啊，还有灵脉觉醒，苍鹰镇要发达了。前辈请坐。昨天多亏前辈相救，师妹才能转危为安。小事一桩，你师妹如何了？托前辈的福，已经好的差不多了。多谢前辈救命之恩。不必言谢，举手之劳。宋师兄，你怎么还站在这里？弟子守了一夜，一直在等我。有什么事吗？请前辈与弟子一同前往药王谷，让弟子引荐前辈见我师祖。想让我去见你师祖？是的，师祖一心沉浸医术，前辈的医术如此高超，又这般年轻，若是能拜入药王谷，师祖定会欣喜若狂。蓦然，那个臭小子以后肯定要去见各个弟子，蓦然跟随自己醉酒去见一见也无妨，好吧？多谢前辈，弟子这就准备。不过在此之前，我有件更重要的事要办。林姑娘，我有个晚辈在万华宗，想请你带我去见见他。这般年纪，能有是某个新入门见的弟子？没问题，如果前辈不嫌弃，明日一早我们就可以出发。如此甚好，你的事，等我从万华宗回来再说。那徒子在苍鹰镇恭候前辈。那就这么定了，明日一早，城门口见。师姐，你说他到底是什么人？年纪轻轻，医术却如此高妙。不知道，但他既然救了你，想必不是坏人。带他回宗门见见那个所谓的晚辈，也无妨。恩人久等了，我们给您准备了坐骑。不必了，我自有办法。
走吧。万华宗远不远？远是不远，一路向西3日可到。恩人果然不是普通人，昨天还是炼神境，今天就到了陆河境，肯定是隐藏了修为。小丫头，我来了。前辈，这就是万华宗了。好一个万华宗，这灵气的浓度恐怕比一般的地方高了100倍不止。自从女帝建立万华宗以来，不断有天材地宝被运来，加上女帝亲自布置的聚灵大阵，才使得宗门灵气日益浓郁。那是九尾灵狐。恩人好眼力，那是我宗驯养的灵兽之一，通亲性，懂人言，专门护卫山门的。连九尾灵狐这等稀世灵兽都能驯养，看来这小丫头确实有些手段。还真像那么回事，甚至隐隐有上方仙界的韵味。不知是我宗哪位师兄师姐，或许我能提前通报一声。不必了，到后自然就知道。那里就是女帝的宫殿，平日里女帝就是在那里修炼。不过我们也很久没见到女帝了，除非传令，否则几乎见不到女帝的面。恩人，你要找的晚辈究竟叫什么名字？或许我能帮忙打听。不必了，我已经找到。师姐，他直接往女帝宫殿去了，快追！前辈请留步，那里是禁地。前方禁地，闲杂人等速速退去。单纯比境界，我确实不如这几人，但若要硬闯，凭他们还拦不住我。不过，这些人好歹也算是自己的徒子徒孙，若是动手，岂不是有失师道尊严？我是来找人的。找人能找到这里来，真是可笑。这里是万华宗的禁地，非宗门重要人物不得轻易靠近。阁下若是再强闯，别怪我等不客气。且慢，且慢！李师兄，抱歉，这位是我在外结识的恩人，初来乍到，不懂规矩，还请诸位见谅。恩人，这里是禁地，贸然闯入会惊动宗门大阵，后果不堪设想。原来是顾师妹的朋友，不过规矩不可化，闲杂人等不得靠近主峰。阁下若想求见，可去山下登记，等候传唤。恩人，先下山吧，我可以帮您引荐长老，通过正当渠道找人。太久没见了，实在等不及。顾师妹，还不快带你朋友离开，再不走，休怪我等不客气。罢了，那就让他知道我来了吧。这股气息竟然给我一种莫名的熟悉感，为什么？回禀女帝，属下已经派人在大陆各处搜寻，但都找不到那个少年的身影。继续找，天机阁那边可有消息？已委托他们全力搜寻，若有线索，会即刻传信。那少年必与师父有关，一定要找到他。200年来，我从未见过女帝如此失态，莫非？难道女帝她？你在想什么呢？弟子不敢妄加揣测，只是担忧女帝为一个外人耗费心神，是否值得？他不是外人，继续去找，不必多问。弟子遵命。师父，
真的是您回来了吗？怎么回事？是女帝的气息，难道女帝出关了？女帝现身了！参见女帝！这就是神桥境巅峰的力量吗？太恐怖了！完了，肯定是他触怒了女帝大人。你还愣着干什么？女帝大人一旦发怒，不仅你性命不保，连我们也要跟着遭殃。求求你了，快离开吧！一个小丫头罢了，生气了又能怎样？你竟敢说女帝大人是小丫头！恩人，这种话万万说不得。女帝大人她……在我眼里，她永远都是那个瘦瘦小小的丫头。就算她现在修为通天，也改变不了这个事实。疯了！是自祖息怒，恩人他不是有意冒犯，还请自祖海言。退下吧。真的是你，师尊，我终于又见到您了。弟子柳清雪参见师尊。师尊，女帝叫他师尊。看看你，都是做宗主的人了，怎么还像个孩子？师尊，您还活着，您真的还活着？都这么大人了，哭哭啼啼的，让别人看见多不好。那可是万华女帝啊，此刻竟像个受了委屈的小姑娘，任她抚摸头发。当初那个跟在自己身后的小女孩，如今建立了这么庞大的宗门，就像看着女儿长大了一样。师尊，您真的回来了？我回来。怎么也想不到，恩人竟然有如此惊人的身份，他是女帝的师尊。师尊，我们去殿内详谈吧。都起来吧，今日之事不得外传。弟子遵命。消失了。师尊，刚才那是什么情况？能被女帝称为师尊的人，除了仙尊，还能有谁？是仙尊？可仙尊早在300年前就已作画，怎么可能？今天发生的事，一个字都不能传出去。弟子遵命。你们是如何认识那位少年的？又为何将他带到万华宗来？顾林渊径直寄至下西游。原来如此，原来他所说的晚辈就是女帝。自从师尊您作恙之后，大师兄他们也很少见面了。最近一次还是5年前大师兄来看过我。他现在怎么样了？大师兄本是个无法修炼的废物，但他凭着一双拳头硬生生打出了名声，还创建了专门培养体修的宗门。那个倔小子果然没让我失望。除了大师兄之外，和我走得最近的就是25师兄赵小刀。赵小刀？那个整天嚷着要成为天下第一刀客的臭小子？他一手刀法如今已出神入化，在南疆驻守近100年了，那里是人族与妖族相邻之地，情况复杂。南疆？赵小刀那家伙一生痴迷刀道，很少关心其他事。要说他会变心，我倒是不太相信。而且另外还有几位弟子也在南疆，虽然不如赵小刀位高权重，但也都是中坚力量。
我决定了，先去南疆找赵小刀。师尊，您才刚回来，既然师尊要去，那这些东西请一定收下。这是万华宗的身份令牌，持此牌可在大陆各处的万华宗分部获得协助，里面还有一些灵石和丹药，虽然对师尊而言可能不算什么，但聊胜于无。你这丫头，倒是比以前周到多了。师尊，我本想把你重新出现的消息通知给其他师兄弟们。先不要。为什么？时间久了，难免会有人产生异心。我决定先亲自了解一下再说。弟子明白了。好好看家，等我消息。师尊，一路小心。弟子等您回来。丁，恭喜宿主获得柳清雪的崇拜，奖励崇拜值5万两。一下就5万崇拜值，不愧是最疼爱的小弟子，果然没让自己失望。哼。赵小刀，各位徒儿们，为师来了。师尊，这次一定要平安回来。你们知道吗？天刀大人当年一刀劈开了苍云山，整座山一分为二，那算什么？天刀大人血战7天7夜，手中刀从未落地，杀的妖族尸横遍野。我听北边来的人说，天刀大人单挑妖族3大王，3招，仅仅3招。这些传闻是越来越离谱了。不过150年前南疆那场妖潮，赵小刀独守边境，以一己之力挡住妖族先锋，这件事倒是真的。听说天刀大人最近在招收弟子，我特意从北域赶来，千里迢迢，这次一定要拜入天刀门下。收徒？赵小刀那小子什么时候对收徒有兴趣了？当年他可是一心只扑在刀道上，别说收徒，连跟人多说一句话都嫌烦。公子，要不要向导？只要3块灵石，我对这儿特别熟。这孩子倒让我想起小时候的自己。等等，我不会伤害你，这些都给你。你不在意我是半妖？为何要在意？在我眼中，你就是个需要赚取灵石的少年罢了。我叫欢愉，今年12岁。这么多年的收徒经验告诉我，这个孩子很不简单。那对翅膀，还有他身上那股若有若无的气息。公子，你看，那边是瑶光城最大的丹药铺，那个是兵器坊，还有那个……快走快走，瑶光广场要开了，又有人要拔刀了！难道瑶光广场开启了？瑶光广场是什么地方？为何这么多人？公子不是本地人，不知道也正常。瑶光广场是全城最核心的地带，平时广场封闭，要想开启，只有一个理由：有人想拔出天刀大人的刀，拜天刀大人为师。什么？还有这样的流程？要拜天刀大人为师的人太多了，为了清静，天刀大人在广场中间插了一柄刀，谁能拔出来，就收为记名弟子。不过40、50年了，那柄刀一直岿然不动，从来没有人能拔出来。用这种方式筛选弟子，有意思。走，带我去看看。好嘞，公子跟我来。这不是我给那臭小子打造的杀猪刀吗？我当初就是随手打的一柄新手武器，他居然……
诸位，又到了1年1度的拔刀大会，有请各位挑战者上台。在下陆景，今日特来参加天刀试炼，还望诸位见证。陆家年轻一代最有天赋的弟子，下一代的家主继承人，年纪轻轻境界就达到了7星后期。陆景的确不错，但和吕子杰比还是差了一点。胡说，我们陆少爷可是7星巅峰，对刀道的理解极高。在下吕子杰，特来领教天刀大人的天刀。吕兄，今日拔刀的必然是我，天刀大人的弟子只能是我。哼，就凭你个花花公子，只有我这样的硬汉修士才配继承天刀大人的刀法。都别争了，魔元族的力气可是出了名的大，拔个刀还不是轻轻松松？做梦！天刀大人的刀轮不成妖族。人类小蝼蚁，滚开！待我将天刀的刀拔出来，看他如何自处。你个大猩猩做梦去吧！天刀大人的刀只能属于人族，你们妖族休想染指。没错，这是我们人族的圣物，岂容妖族亵渎？狂妄！我魔元一族力大无穷，待我拔出刀来，第一个就宰了你们俩！赵小刀这臭小子，在南疆的威望比我想的还高得多。陆家除刀法，第1式。第2式，立地。第3式，斩月。就这种水平，也想让天刀共鸣，简直是笑话。让我来。人类废物，你们不行，那就我来。畜生就是畜生，一点礼数都没有，不懂刀法，拔什么刀？无有蛮力，岂能领悟天刀大人的刀意？刀法？规矩上说需要刀法吗？只要能拔出刀，就算赢。给我去！早说过，这畜生空有蛮力，天刀大人的刀岂是妖族能染指的？要是你们这样能拔出来的话，才有鬼。放肆！陆少爷和吕少爷可都是瑶光城数1数2的天才，他们的刀道造诣，岂是你能妄加评判的？没错，连魔元都拔不出来，你算什么东西？对呀，不知天高地厚的东西！行你上，你行你上，就是你上。没事，我上就我上，多大点事儿？六合镜，哈哈哈哈！就这修为也敢来拔天刀大人的刀？不知天高地厚的东西，我等7星境都拔不出此刀，你一个6合境的小子，也敢来丢人现眼？小子，回家多练几年再来吧。就你这细胳膊细腿的，怕是连刀都抬不动，还想拔天刀大人的刀？你们人族没人了吗？竟然派这种弱鸡上来！这小子到底是谁呀？害得我们被妖族嘲笑，丢人现眼的东西！赵小刀，你这个臭小子，就这样把我送你的刀丢在这里，等我见到你，非打烂你的屁股不可！装模作样，连刀都握不住的废物，也配碰天刀？人族果然没落了，竟派这种蝼蚁来丢脸。我就知道公子能行。
神！这人到底什么来头？六合境就拔出了天刀，怎么可能？你们看，那刀！气灵，这刀已经孕育出了气灵的雏形。难怪我们都拔不出来，原来是没得到气灵的认可。气灵的雏形，天哪！难道这个看似普通的少年，就是那种绝世天才？杀猪刀啊，杀猪刀！当年我随手打你，没想到你居然自己长出了灵性。既然如此，刀的品质在提升。怎么可能？他只是弹了一下。有什么不可能的？杀猪刀只是我当年随手打造的，如今竟然孕育出了刀灵的雏形，索性我就加把火，彻底让它成型。刀灵杀猪，拜见主人。刀灵，绝对是刀灵！呀，真的是刀灵！我活了80多年，还是第一次见到气灵从诞生到显形的过程。公子好厉害！看到没？那是我的公子，我家公子超厉害的。这小孩是谁？竟然和那个拔出天刀、催生刀灵的少年有关系？诸位可知气灵意味着什么？据传，气灵成型后，能让持有者的战力凭空增加30%。但诸位可知气灵有多难孕育吗？当今大陆上能锻造出此等兵器的，恐怕只有那位神锻王。神锻王就是那位传说中的锻造大师。他一生打造的神兵不下1000件，但真正成型的气灵却不足10个。最关键的是，这柄刀可是天刀大人的随身佩刀，天刀大人几10年都未能让他孕育出气灵，这位少侠只是轻轻一弹，难道他比神钻王还厉害？等等，刚才那刀灵说的名字是杀猪。这是什么鬼名字啊？一柄神刀竟然叫杀猪，简直是暴殄天物啊！能怎么办？它本来就是杀猪刀啊！这叫什么事儿？撒手！不放！除非先生肯收我们为徒。先生，求您收我们为徒。再不撒手，我可要打人了。那先生就打死我们吧，死了也值。就是能死在先生手里也是荣幸。你们2个不够格，就算拖着我也无济于事。拜师天刀不过是不切实际的妄想罢了。可眼下这位神秘强者就在面前，这可能是唯一的机会。若是错过，怕是要后悔一辈子。不用，我可以给你们个机会。啊，真的？我这一趟要去南疆深处找人，你们要是愿意的话，可以跟着。愿意。别急着回答，我可不会保证你们的安全。若是遇到危险，我会第一时间开溜。要是你们能活着回来，并且通过我的考验，我可以考虑指点你们1、2。至于拜师嘛，我另有想法。我们同意，若能追随先生，便是死了也值。陆兄所言极是。人族，难道又要出现一个天刀了吗？不行，一个天刀就已经够麻烦的了，要是再出现一个，南疆那里可是妖族的地盘，必须扼杀在摇篮中。公子，你一定要去见天刀大人，他一定会收你为徒的。收我为徒，那得看他有没有那个胆子。天刀大人可是很厉害的，
整个南疆谁不敬他3分？天底下想拜他为师的人多了去了。按理说他是羽族和人族的混血，体内应该只有2种血脉，可我分明感觉到他的血脉远不止如此简单。莫非幻羽身上出现了类似于返祖的现象？而南疆最深处的沼泽地带有一种名为赤灵芝的药材，据说能提纯妖族的血脉，此行倒是可以找找看。公子，我跟你说，如今南疆的格局分成5大势力，4大妖皇，每一位都是神桥境的存在，各占据一方，而天刀大人占据了南疆的中心。这小子300年没见，竟然变得这么生猛了。公子，认识天刀大人？算是故人吧。公子要是想去南疆深处见天刀，就得横穿半个南疆，那里到处都是凶猛的妖兽，很危险的。不如等天刀大人来瑶光城，到时候他发现刀被拔了，自然会来找你的。太慢了，我还是直接去找他。那我也要去，我熟悉南疆的地形，能带公子规避不少危险。带上这个小家伙，确实能减少不少麻烦，但也意味着要多一份牵挂。那就一起吧。太好了！跑快点儿，不想被串成糖葫芦就快跑。他们不会死吧？死不了。人类的蝼蚁，给我去死！快躲啊！早知道打死都不来了，没想到前辈的考验这么凶残。不能再跑了，和蛮牛比食量，我们最后只能被活活耗死。是时候反击了。不错，总算开窍了。畜生，有种冲我来！吕子杰，准备好了没有？再给我10息时间。休想！就是现在！铁三掌！干得不错，比7天前有进步。这样的情形，7天内已经经历了不下20次，每一次都险象环生，命悬一线，但收获也是巨大的。每次战斗后，先生都会指点我们刀法，短短7天，我们的实力进步神速。记住这套口诀：玄天引气诀。运转口诀的同时，将妖丹的能量引入丹田。这速度，那妖丹的能量几乎是被他瞬间吸收的。从普通人直接突破到炼神初期，这简直是匪夷所思。公子，我变强了。果然，他之所以能如此快速的吸收妖丹，应该和血脉返宗有关。不过要想彻底返足，光靠妖丹是不够的，赤灵芝必须找到。拜见万魔血王大人。魔元王子，什么事这么着急？不知道最近几位妖皇大人在商讨重要的事吗？
这些属下都清楚，但此事事关重大。说，那顾凌渊在瑶光城展示的手段，简直惊世骇俗。电化刀灵，这人族竟然出现了这样的天才！这个少年现在何处？那小子进了南疆，说是要来南疆找人。当真是天助我也！在南疆要杀一个人族少年，简直不要太轻松。拿着，有了他，便相当于妖皇的命令，南疆各路妖族都会服从。无论如何，也要将他埋葬在南疆。是大人，属下保证一定弄死那小子。大人，不知妖皇大人的计划准备的如何了？为了这个计划，我们已经准备了100年，如今终于到了实施的时候。只要计划成功，就算天刀突破到了天庭境，也必死无疑。天刀要是死了，南疆便再无人能压制妖族，到时候进攻人族，占领整片大陆，指日可待。这些事不用我操心，有妖皇大人在，万无一失。眼下最重要的是解决那个人族少年。是，属下这就去办。这一次，靠你了。交给我就好了。怎么了，先生？生死境巅峰的大妖，气息很强，应该是一头玄冥虎。生死境巅峰，那可是能轻易灭杀我们的存在。绕道走。先生，接下来去哪里？那里有一头生死境中期的赤脚魔牛，正好适合你们练手。生死境中期，这次我先上。赤脚魔牛的战斗比想象中更加艰难，足足2个时辰。吃了。又来了，先生能不能歇会儿啊？怎么了，先生？又有大妖？要突破了，帮我守护周围，我要突破。这真的是突破7星境界的景象吗？如此恐怖的天地异象，就算是突破天庭境，也不过如此吧。陆景，你还记得吗？前段时间在苍鹰镇也发生过类似的天象，难道当时的异象也是先生引起的？大王，这是什么情况？不对劲，这种级别的异象，绝不是普通修士突破能引起的。去看看。先生这突破也太久了。你说，这么大的动静，会不会引来什么厉害的妖兽？果然是那群小蝼蚁。陆景，你个乌鸦嘴！我也不想的。生死境中期的妖王6头。还有一头生死境后期的魔猿王。不过陆河境巅峰，这就是万谋血王说必杀的人族。就是他，瑶光城的刀就是他拔出来的。什么？这样的隐患必须排除。没错，这个少年必须死。2个废物，这次我们的目标只是他。哼，如果现在离开，我可以放你们一马。愚蠢！为了一个才认识半个月的人，值得吗？不知死活。不过也好，
顺带解决掉陆家和吕家的2个天才继承者。等等，他们身上有我熟悉的气息，尤其是他身上有我儿子妖丹的气息。你们是不是杀了一头雷狼？说的是那头小狼吧？我们顺手宰了，妖丹已经被他吸收了。一个低贱的半妖，竟敢吸收我儿子的妖丹！今天我定要将你碎尸万段！想伤他，先过我们这关；想杀我们的人，先看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不可能！才过去几天，2人就已经有了如此实力，肯定是因为他，这家伙绝不能留。怎么可能？一蛇，帮忙！雷狼王，你现在连2个7星境的蝼蚁都对付不了。少废话！这2个人人族不简单！小心！你们不许靠近先生！半妖，这种生物就不应该存在于世上，简直是玷污了妖族的血脉。我只是那神境，与生死境中期的妖王相比，连蝼蚁都不如。但是，我不能退。今天就先灭了你这个污秽！什么情况？难道这个半妖身上有什么？管他呢，还是先把那小子弄死才是正事。等弄死你们俩，再去弄死那个少年，你们谁都别想活。子杰，认识你很高兴。少说废话，先生还没突破完呢，再撑一会儿。怎么回事？先生7星境突破，不好！他要突破了，快杀了他！天劫！一个7星境的突破，怎么会引来天劫？该死！这先生的突破也太夸张了吧！我就说公子厉害吧！再等下去他就突破了，突破后就不好办了。区区一个7星境，就算突破了又能怎样？咱们5个打1个。7星巅峰，不对，比7星巅峰的气息还要厚重得多。这种感觉，只有在天刀身上才有过。吵死了！在我突破的时候打扰，你们真是一点礼貌都没有。退路已经断了，万魔血王的命令不可违抗，这个人族少年必须死！一起上！不可能！你明明才7星！7星怎么了？你们5个加起来也就那样。你给我去死！魔元技术，燃血狂花！
哈哈哈！就这，连层皮都没掉。告诉万魔血王，想对付我的弟子，先掂量掂量自己有几斤几两。难道你是他的师尊？公子，你好厉害，一刀就砍死了那个大猩猩。别乱跑，伤还没好。先生，起来，男人别动不动就跪。不是跪，是站不住了。妖皇的令牌，能把这种东西交给魔元，说明妖族内部对这件事极其重视。杀我或许只是顺带，真正的目标另有其人。必须尽快找到赵小刀。先生，接下来怎么走？直插天刀城，不绕路了。直插？那岂不是要穿过好几个妖族的地盘？怕了？没怕。就是觉得先生您可能找不到路。你这刀选的不错，魔元王的随身兵器品质不低，就是丑了点儿。确实丑了点儿。先生，这地方不对劲。我以前听人说过，南疆深处有一片被瘴气笼罩的毒沼地，进去的人九死一生。九死一生？先生，要不咱们……别想了，这片毒沼地比我300年前见到的扩大了至少10倍，往东绕要多走7天，往西更不用想，那边是黑水妖皇的老巢。不过，这瘴气对你们有害，对他没有。对我没害。你体内有雷狼的妖丹打底，又是半妖体质，这种程度的瘴气伤不了你，反而对你修炼有好处。进去之后，你自然会明白。含在嘴里别吞，2个时辰换1颗。这是做什么用的？给你们活命用的。公子，我感觉身体有点热。别紧张，是你的血脉在跟瘴气发生共鸣。深呼吸，把那股热劲儿引到丹肚里去。别哭鼻子了，这才哪儿到哪儿。等你见到赤灵芝的时候，才是真正的蜕变。赤灵芝，一种能替换妖族血脉的药材，要是有了它，你这对翅膀就不只是好看这么简单了。先生，有意思。你就是那个拔出天刀的少年。你又是什么东西？什么东西？你居然问我是什么东西？多少年了，没有人敢这样跟我说话了。那可能是因为你平时不怎么出来见人，躲在屋里像个什么样子？物理攻击对我无效，不过我可以告诉你一件事：
那个叫天刀的人类，再过3天就会死。哈哈哈哈哈哈哈！妖皇们准备了100年的计划，就是为了他。3天后的祭天大典上，他会被4大妖皇联手斩杀。哈哈哈哈！而你连我的面都过不了，又凭什么去救他？你跑什么？你说的对，物理攻击对你无效，但同样你也伤不了我。既然如此，留在这儿浪费时间干什么？走了，赵小刀那边出事了，赶路。你给我回来！公子，你慢点啊！他们俩好沉。天刀城原来长这样。站住！什么人？找你们主人的。天刀大人不在城中，你们不在，去哪儿了？你是什么身份？凭什么要我告诉你？天刀大人，3天前离开了天刀城，他收到了4大妖皇的战书，约在万妖谷决战。决战？天刀大人说，这是他等了100年的机会，要一次性解决南疆的妖患。城中副将劝了3天，没拦住。万妖谷在哪儿？天刀城正南800里，但那地方已经被封锁了。4大妖皇的部队将方圆100里围得水泄不通，就算想去也……先生，等等我们！你们留在天刀城。可是，没有可是，留下。可是，没有可是。先生他一个人能行吗？你还没看出来，先生的实力根本不止7星境。啊！那天杀魔元王，你觉得那是7星巅峰能打出来的一刀？公子，我也去。你去干什么？添乱！我不添乱，我可以帮公子侦查。我的翅膀现在很快的，比你跑得快。跟着可以，遇到危险你就跑。好。万妖谷，天然的战场，也是天然的死地。赵小刀，隔了300年，我还是一眼就认出了你。4个神桥境，联手围杀1个人。公子，怎么办？他已经打了很久了，杀了上百头妖兽，但4大妖皇却是1个都没伤到。天刀，你已经精疲力尽了，投降吧，本王可以给你一个痛快。投降？哈哈哈哈哈！你大爷的！老子这辈子没学过这俩字怎么写。300年了，说话还是这么难听。既然你执意找死，可惜了，师傅那把杀猪刀丢在瑶光城了。要是手里有那把刀，兴许还能多砍几个。这臭小子！幻羽，在这儿等着。公子，你要干嘛？公子！雷冰刀！师傅！
你的刀还给你，下次别乱有东西。伤成这样还逞能，回去再收拾你。是他，魔元王要杀的那个人族少年。不对劲，区一个7星境界的小子，怎么敢闯进万妖谷？管他是谁，多一个少一个有什么区别？今天谁来了都一样。你们4个神桥竟围杀我一个弟子，也好意思？弟子，天道是他的弟子，天道的师傅，那岂不是？你到底是什么人？我是他师傅，也是你们今天的催命神。雷冰刀。师傅。你的刀还给你，下次别乱有东西。伤成这样还逞能，回去再收拾。你们4个神桥竟围杀我一个弟子，也好意思？你到底是什么人？我是他师傅，也是你们今天的催命神。哈哈哈哈哈！天刀的师傅早在300年前就没了，一个7星境的小子也敢冒充仙尊？你左臂断了，小伤。小伤个屁！忍着点。师傅，您怎么？回头再说，先把眼前这几个料理了。天刀赵小刀，南疆100年不败的战神，此刻站在一个年轻人身后，就像跟了一辈子。那副架势不是装出来的。杀了他们！师傅，4个神桥境，那又如何？师傅还是那么霸气。你那副德行还想打？站后面看着。这是天地共鸣？不对，这不是7星境能做到的事，他的境界。300年前师傅临终时，实力已是天庭境巅峰。如今修为虽然大跌到7星境，但那些功法、神通对天地法则的体悟，这些东西不会因为境界降低而消失。7星境的修为，天庭境的手段，这就是我师傅。有点意思，但也仅此而已。压制低阶妖族士兵算什么本事？有种来对付我们4个！你急什么？排着队来。你一起上！师傅说了让我看着，但没说不能帮忙挡一个。天刀，你不要命了！雷属性，成色不错，比我当年养的那条龙差点。你到底是什么境界？7星？不可能！信不信随你。今天是走还是留在这？4
四大妖皇联手围上天刀的计划彻底完了。撤！师傅，你真活了？废话。哭什么？多大人了？谁哭了？风煞迷眼。走吧，带我去你那破城坐坐。你那些伤不处理，会落下毛病。好。师傅，又怎么了？杀猪刀您怎么拿到的？你那破刀插在瑶光城广场上，我路过顺手拔了。那柄刀我设了条件，能拔出来的，要么是绝世天才，要么是师傅本人。50年了，没人拔出来过。那瑶光城的人看到刀被拔，岂不是什么？没事。公子，你好厉害！4个大妖怪都被你打跑了。这是路上捡的。哦，你当年不也是我捡的？大叔，你也是公子捡的吗？叫师兄。说说吧，妖族这100年都在搞什么名堂？4大妖皇表面各自为政，暗中早就联合了。我察觉到不对，欲擒故纵。对，他们在积蓄力量。我知道是陷阱，但我还是去了。为什么？因为如果不去，他们下一步就会对边境的人族城池动手。战书上写得很清楚，我不去，他们就毁城。我本来的打算是拼掉1、2个妖皇，就算倒下，也要让他们元气大伤。没想到你师父命硬，又活回来。伤还没好，少扯。认识这个吗？妖皇的调令，这东西怎么会在您手上？路上有个魔元王带着6个妖王来找我麻烦，身上带着这玩意儿。6个妖王，他们连您都要对付。我在瑶光城拔了你的刀，动静闹得不小。妖族怕人族再出一个天刀，想把我掐死在萌芽里。那6个妖王，倒了一个魔元王，剩下5个跑了。天刀大人回来了！天刀大人没事儿，快传消息！先生，这位就是我25徒弟赵小刀。天刀本人活的，够用了。300年了，连张椅子都不舍得买。练刀不需要椅子。师傅，您是怎么活过来的？在墓中苏醒，修为大跌，正在慢慢恢复。具体的我也说不清。300年前您走的那天，我在门外跪了1夜。后来我把您给我打的那柄刀带在身上，走到哪儿带到哪儿。50年前我觉得自己可能这辈子都突破不了了，就把刀插在瑶光城，想着万一哪天有个天才能拔出来，也算替您传了衣崩。你突破不了是因为心结。什么心结？刀道讲究无牵无挂，你心里装的东西太多了。什么东西？你自己想。公子，天刀城的烤肉好好吃，你快尝尝。师傅，这孩子路上捡的，天赋不错，血脉有返祖迹象。返祖？羽族的？南疆深处有一种赤灵芝，据说能激发血脉潜力。我知道，本来就打算找那东西。那地方不好去，赤灵芝只生长在九幽蟒皇的领地深处，那片沼泽连我都不愿意轻易踏足。九幽蟒皇刚被我打断了3根脊骨，短时间内应该没心思管自己的地盘。行吧，这表情，300年了还是一模一样。小刀，你知道毒沼地里有团黑雾吗？你也遇到了？遇到了，打不散，也伤不了我。那东西什么来头？30年前，那东西突然出现在毒沼地里，我去探过2次，它也不主动攻击我，就是赖在那儿不走。他跟我说了句话。什么话？他说妖皇的计划准备了100年，还说就算你突破天庭境，也必倒无疑。这话什么意思？意思是4大妖皇围攻你可能只是第1步，后面还有后事。而且那团黑雾的气息很古怪，不像是这方大世界的东西。您是说外域？不确定，但有一个人可能知道。谁？你二师兄。林师兄。推算天机，洞悉万物，这种事不找他找谁？师父，二师兄他这些年变了不少，他创建了天机阁，整个大陆的情报网络有一半在他手里。
但他这个人越来越难以捉摸，连我去找他都要提前3个月预约。预约？找自己师兄还要预约？他原话是：天机不可轻细，师弟也不例外。当年那个成天打听八卦的小子，现在摆起谱来了。行，这事先放一放，眼下先把你的伤养好，然后带我去找赤灵芝。至于你二师兄那边，等我亲自去会会他。听师傅的。那团黑雾说的话，就算天刀突破到天庭境也必倒无疑。这句话的重点不在天刀，而在天庭境也不够。能做到这一点的东西，在这方大势里屈指可数。要么是更高境界的存在，要么是某种超越境界的手段。不管是哪种，都不是现在的我能应对的，必须尽快恢复修为。七星巅峰距离生死境只有1步之遥，最多半个月，得快，更快。师傅，莽皇的领地在天刀城东南方向，大约1200里。那片沼泽叫九幽泽，常年被毒雾笼罩，里面的妖族士兵最低都是生死境。赤灵芝长在哪个位置？泽心，也就是莽皇的老巢附近。那个公子，大蟒蛇不会吃人吧？那个公子，大蟒蛇不会吃人吧？会，别吓他。 300年了，师傅弹脑头的力道一点没变。这竹子有毒，碰到皮肤就会腐蚀，别乱碰。好了，跟紧我。哇，暖暖的，公子你真厉害！少废话，跟上。聒噪！小刀哥好帅，但这地方好可怕。放心，有他在前面开路，没事的。什么感觉？身体发热，跟在毒沼地里一样，但比那时候强烈的多。赤灵芝就在附近。师傅，在这儿！师傅，这赤灵芝的品质比我之前见过的高了不止1个档次。这一株虽然小，但灵性有东西过来了。这是什么声音？龙！九幽泽里怎么会有龙？师傅小心！让开！什么？我说让开！师傅，师傅，这是您的坐骑，那条传说中的五指金龙。他在撒娇。这是用来镇压高阶灵兽的禁器，一旦锁上，灵兽的修为会被不断抽取，直到油尽灯枯。谁干的？我不知道您的坐骑在这里。300年前您走后，这条龙就消失了，所有人都以为他追随您去了。想要解开，必须找到下锁之人，或者用更强的力量硬破。师傅，要不我来试试？我一刀……你一刀下去，连龙带锁一起砍了。也是。找到了，这锁不是一个人下的，至少3个人，3种不同的力量。3个人联手困住一条五指金龙，这些人到底是谁？万华天幕。什么？第3层封印用的是万华天幕的手法。师傅，您是说小师妹她？不一定是她亲手做的。万华天幕的简化版可以刻录在法器上，别人也能使用，但法器的来源，先把锁解了再说。忍着点儿。他在自愈，龙族的生命力果然恐怖。好小啊，跟条小蛇一样。我错了，是很威风的小龙。他被困太久，元气大伤，恢复到全盛状态还需要时间。师傅，当年这家伙可是能驮着您飞越整片大陆的，现在这样子，300年了，脾气一点没变。他还记得你？我也记得他，当年就爱咬我。幻羽，过来，张嘴。血脉在蜕变，这小子的天赋比我想象的还高。公子，我的翅膀变了。不只是翅膀，你的境界从炼神初期跳到六合境巅峰，血脉纯度提升了至少3成。一株赤灵芝就提升这么多？不是赤灵芝的功劳，
是他自己的血脉底子好，赤灵芝只是个引子，真正起作用的是他体内沉睡的那部分力量。行了，别删了。五彩羽翼，上古典籍中只有一个种族拥有这种特征，凤族。传说中与龙族并列的上古神族，一龙一凤，有意思。师傅，接下来怎么办？回天刀城，然后我要去一趟天机阁，找你二师兄问几件事。是。师傅，您这造型……闭嘴，带路。这是天刀大人的坐骑。我师傅的。这位年轻公子是？别问了，让路。先生，这是龙。废话，别挡道。被困那么多年，让他好好歇着吧。师傅，您打算什么时候去天机阁？明天就走。我跟您一起去。你留在天刀城盯着妖族动向。4大妖皇被打跑了不假，但那团黑雾还在，他们不会善罢甘休。那您路上小心。我又不是3岁小孩。是。公子，中州好繁华呀！别乱跑。我不乱跑。听说了吗？天机阁最近在搞拍卖会，据说有一件上古秘宝要出手。什么秘宝？不知道。天机阁的消息向来只透露一半，不过能让他们专门办拍卖会的东西，肯定不简单。在哪儿办？就在玄月城总部。3天后开始，各大势力都派人来了。3天后的拍卖会，倒是个见林清晨的好机会。老板，玄月城怎么走？出了镇子往北，沿着官道走半天就到。走了。公子，这个糖人好好吃。路上再吃。好大。走，先找地方住下，明天再去天机阁。为什么不现在去？贸然闯进去，以林清晨的做派，搞不好真让我排队遇。万华天幕是我独创的阵法，传给了清雪。以小金身上那层封印的精度，不像是简化版，要么是清雪亲手做的，要么是他把完整版交给了别人。但清雪不可能对小金下手，他从小就喜欢那条龙。那就是第二种可能，他把万华天幕传给了其他人，传给了谁？为什么？这些问题，只有见到他才能问清楚。但眼下，先见林清晨。2位是来查询情报，还是参加拍卖会？我找你们阁主。阁主大人不是随便能见的，你有预约吗？没有。那恕我直言，没有预约的话，你去通报一声，就说他师傅来了。这位公子，我们阁主的师傅早在300年前就……我知道，你只管去通报，他听了自然会见我。公子，他们会让我们进去吗？会的。阁下请随我来。哟，这么痛快。来了，我算到你今天会来。算到我来，也不下来接一下。你真是师傅？你觉得呢？容貌对不上，师傅走的时候是白发老者，重新活过来，换副皮囊不是很正常？修为也对不上，师傅是天庭境巅峰，你7星巅峰。大跌了，正在恢复。捡起来，像什么样子？师傅，您真的活了？废话多，坐下说正事。师傅找我是为了南疆的事，
你知道，天机阁的情报网不是摆设，4大妖皇围攻天刀，万妖谷之战，还有一个神秘人出手击退妖皇。这些消息3天前就传到我这儿了。那你怎么不去帮忙？我推演过，结果是天刀此劫有贵人相助，无需担忧。至于贵人是谁，推演到那一步就模糊了，直到消息传来，我才知道是您。你的推演算不到我。师父您是特殊情况，因果线全断了。在天机推演中，您就是一个不存在的变量，我能算到您的影响，但算不到您本人。有意思。行，不说这个，我来找你问3件事。师父请说。第一，南疆独沼地里有一团黑雾，打不散也伤不了。你知道那是什么吗？知道，那东西叫世界者，不属于我们这方天地，是从界壁的裂缝中渗透进来的。界壁裂缝？30年南疆深处的空间出现了一道极细的裂缝，裂缝太小，大型的外域生物过不来，但这种没有实体的东西可以。世界者本身战力不强，但它有一个极其麻烦的特性，它能侵蚀周围的天地法则。侵蚀法则？对，它待的时间越长，周围的天地法则就越不稳定。独沼地这30年扩大了10倍，就是它造成的。怎么解决？在我们这方天地的力量体系内，没有能直接消灭它的手段，除非封住界壁裂缝，切断它和外域的联系。怎么封？需要3样东西：龙族的逆鳞、凤族的心血，以及天庭境以上修士的全力一击。龙族的逆鳞，凤族的心血，巧得过分了。第二个问题，妖族的100年计划到底是什么？围攻赵小刀只是其中一步，后面还有什么？师父，这个答案您可能不太想听。说。妖族的100年计划不是妖族自己想出来的，是施戒者教他们的。施戒者和妖族不是合作，是利用。施戒者需要界壁裂缝扩大，才能让更多同类进来。而扩大裂缝的方法只有一个，在裂缝附近制造大规模的战争和死伤。所以他怂恿妖族攻打人族。对，4大妖皇围攻天刀只是开始，真正的计划是在天刀倒下后，妖族全面进攻南疆人族城池，大量生灵的陨落会产生怨气和死气，冲击界壁，让裂缝扩大，然后更多的世界者涌入，然后这方天地就完了。第3个问题，我的坐骑小金被困在九幽泽里，身上的锁链有3层封印，其中1层用的是万华天目。万华天目，那不是小师妹的。对，所以我想知道是谁把万华天目用在了小金身上。小金失踪的事我一直在追查，300年前您走后不久，小金就消失了。我花了50年才查到她被困在九幽泽，但锁链封印的事……说下去。锁链上的3层封印分别来自3个人，火属性那层是七师兄周烈，水属性那层是13师姐沈冰。至于万华天目，是清雪？不是，是他的大弟子清华长老。清华长老就是那天在万华宗见到的那个。刘清雪知道这件事吗？我不确定，但有一件事我可以确定。什么？七师兄和13师姐，他们在150年前就叛出了师门。叛出师门？周烈性子暴烈但重情义，沈冰冷淡却心思细密，他们怎么会？怎么回事？这是我这些年收集的情报，师父您自己看。归墟这个组织做什么的？表面上是修士联盟，暗地里他们和异族有勾结。你的意思是，小金身上的封锁术是周烈和沈冰联手异族做的？
八九不离十，火属性和水属性的封印，分别对应他们两人的功法特征。至于万华天幕那层，清华长老虽然是柳青雪的弟子，但他和归墟之间有过接触。接触？什么性质的接触？不清楚。清华长老行事极其谨慎，我的情报网只捕捉到他和归墟的人见过3次面，具体谈了什么无从得知。周烈、沈冰叛出师门，创建归墟，和异族勾结，困住了小金。清华长老参与封印，柳青雪是否知情？还有世界者，30年前出现，异族制造冲突，扩大界壁裂缝，这些事之间，归墟和世界者有关系吗？归墟的总部就在独沼地边缘。周烈和沈冰现在在哪儿？归墟总部。但师父，您现在的修为……我问你他们在哪儿，没问你我能不能打得过。师父这脾气，决定了的事，10头牛都拉不回来。周烈现在是神桥境中期，史冰是神桥境初期，归墟还有大量的手下，其中不少高手，加上独沼地里的世界者。我不是一个人去。赵小刀，神桥境巅峰；柳青雪，神桥境巅峰，再加上你什么境界？神桥境中期。3个神桥境加我，够了。师父，您一个7星巅峰，我说够了就够了。不过在那之前，我得先去一趟万华宗见小师妹。对，清华长老的事必须当面问清楚。还有，万华天幕的完整版只有柳青雪会。如果清华长老用的是完整版，那就说明柳青雪把核心功法传给了他。师父的意思是，我当年教他万华天幕的时候说过，此法不可外传。你怀疑小师妹？我不怀疑任何人，但我需要一个解释。啊，公子，谈完了。走了。去哪儿？万华宗。哦，师父，拍卖会的事。什么拍卖会？3天后，天机阁有场拍卖会，其中有一件东西您可能感兴趣，一块界壁碎片，从南疆那道裂缝附近捡到的，研究它或许能找到封堵裂缝的方法。留着，等我从万华宗回来再说。明白。请进。师尊，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那边的事办完了？办了一半，有件事要问你。师尊，请说。万华天幕，你传给谁了？师尊怎么突然问这个？回答我的问题。弟子传给了清华长老，弟子知罪。当年清华长老为弟子挡了一劫，身受重伤，弟子为了报恩，将万华天幕传给了他，用以护身。弟子知道违背了师尊的教诲，但……起来。我不是来兴师问罪的，我问这个是因为清华长老用万华天幕封印了小金。什么？我在九幽泽找到了小金，他被困了不知道多少年。封锁术有3层封印，其中1层是万华天幕。不可能！清华他怎么会？师尊，弟子发誓，弟子对此事毫不知情。小金是师尊的坐骑，弟子怎么可能？我信你，但清华长老的事必须查清楚。他现在在哪？他3天前出门办事去了。去哪儿了？弟子不知道，他只说3、5天就回。3天前出门，正好是我从九幽泽回来，消息传开的时间，这不是巧合。传令下去，全力搜寻清华长老的下落，活要见人。不用搜了，他10有8九去了归墟。归墟？那是什么？
周烈和沈冰150年前联手创建了一个叫归墟的组织，和异族勾结。归墟总部就在独沼地边缘。七师兄，13师姐，你最后一次见他们是什么时候？200年前，七师兄路过万华宗，待了3天就走了。13师姐更早，我建宗那年她来过一次，之后再没联系。他们有没有提过什么反常的事？没有。七师兄来的时候还夸我宗门建得好，说师父一定会欣慰。好一个周烈！师尊，您打算怎么办？去归墟。弟子跟您一起去。本来就打算叫上你。赵小刀也会来，加上林倾城，4个人够了。二师兄也……师尊，您已经见过二师兄了。昨天刚见的。300年了，100个师兄弟，有人叛出师门，有人音讯全无。我一个人撑着万华宗这么久。楠楠，你做得很好。师尊，弟子需要安排一下宗门事务，最快明天一早可以出发。行，我知道，去睡。师尊，宗门事务已安排妥当，随时可以出发。出发吧，去玄月城接你二师兄。赵小刀那边我已经传了信，让他直接去毒灶地外围会合。明白。师尊，要不弟子带您？我可以慢，但不能让徒弟驮着，面子问题。不用。小师妹，二师兄，多少年没见了？120年。上次见面你还追着我要情报来着。二师兄当时收了我3万灵石，情报还是错的。那个年代久远的事就别提了。哼，行了，别叙旧了，走。师傅，拍卖会的事回来再说，先办正事。周烈、沈冰，当年我教你们的不是这些。既然你们走了这条路，那就由我这个当师傅的亲自来收场。二师兄，小师妹，烧好了，早好了。师傅，归墟的位置我摸清了，就在独沼地东北角，距离那东西盘踞的地方不到50里。防御如何？外围有3道阵法，里面常驻的高手不下20个生死境，周烈和沈冰都在。你怎么知道他们在？我昨天摸进去，远远看了一眼，周烈那个火属性的气息太明显了，隔着10里都能感觉到。 3道阵法分别是困阵、杀阵和幻阵。困阵最外层用来拖延时间，杀阵在中间，威力不小但有破绽。幻阵最内层比较麻烦，是用异域力量加持过的，普通的破阵手段不管用。你盯了他们150年都没动手。行了，怎么进去？困阵和杀阵我来破，幻阵需要小师妹的万华天幕来对冲，用同源的力量去冲击效果最好。没问题。进去之后，周烈归我，沈冰归赵小刀，林清晨负责压制那些生死境的杂鱼。弟子做什么？你去找清华长老，他是你的弟子，你去处理最合适。问清楚他为什么参与封印小金，背后还有没有其他事。是。幻宇，在。你在外面等着，不许进去。可是公子，不许。师傅，有件事我想说。说。周烈那个人，我跟他打过交道。10年前他的人在南疆边境搞事儿，被我撞上了。我当时不知道归墟的底细，杀了他几个手下。然后他亲自来找我，没打起来。他看到我之后愣了半天，说了句原来是师弟，转身就走了。师傅，我总觉得周烈这个人没有表面上那么简单。还有沈冰，13师姐当年在门中的时候，唯独对七师兄言听计从。如果周烈有什么隐情，沈冰多半也是被他拉进去的。你想说什么？我想说，明天动手的时候，能不能别下死手？我尽量，但如果他们执迷不悟，那就没办法了。
我去磨刀。师傅，不管明天怎样，有您在就好。周烈、士兵，300年前你们还是10几岁的少年少女，跟在我身后练功习武。周烈性子急，每次练功都想走捷径。士兵话少，但每次我生病的时候，都是他守在床边照顾。100个弟子，我记得每一个人的样子，但人会变。300年足够把一个人变得面目全非。明天见了面，希望你们还能给我一个说得过去的理由。走。这种程度的杀阵也好意思拿出来？七师兄，好久不见，你来这儿做什么？带师傅来看看你。师傅，你们说他是师傅，师傅300年前就不在了，就算真能回来，也不可能是这副模样。信不信随你。周烈，我今天来不是跟你叙旧的。那你来做什么？问你几个问题，回答得好，你还是我的弟子；回答不好，回答不好怎样？你一个生死境初期的小子，在2个神桥境面前放什么狠话？第一个问题，小金是你困的。什么小金？装傻！师傅的五爪金龙被你们用锁困在九幽泽里，火属性的封印是你的手笔，水属性是士兵的，你敢说不是？是我们做的。13师姐，为什么？因为他挡路了。挡什么路？你到底是不是师傅？如果你真是，那我问你一件事。问。300年前，师傅临终那天晚上对我说过一句话，只有我和师傅2个人知道。你说出来，我就信你。300年前的那个晚上，我躺在床上，弟子们轮流来看我。周烈是第7个进来的。我说：“你的火太烈，总有一天会烧到自己。到那时候，别忘了回头看看身后还有没有人。”师傅，感人的师徒重逢，可惜来不及了。你答应过不插手的。我答应的是不插手你们的计划，但现在计划已经没有意义了。他来了，所有人都得留在这里，包括你们。师傅，对不起，很多事来不及解释了。这东西比你想象的要危险得多。都退后。那是什么？不可能！你怎么会法则之力？你明只是……现在可以好好说话了吧？师傅，弟子有罪。说吧，从头说。师傅走后第100年，我在西域发现了一道空间裂缝。那时候裂缝很小，只有针尖大，但每年都在扩大。我研究了30年，才搞明白，裂缝在吞噬周围的天地法则来壮大自己。如果放任不管，100年之内整个西域都会被侵蚀。所以你想封印它？但我封不住，试了所有办法都不行。裂缝背后的力量太强了，不是我一个人能对抗的。然后他跟我说话了，世界者从裂缝里伸出来，告诉我一个封印裂缝的方法。你信了？我没信，但他说的方法我验证过，理论上确实可行。什么方法？用一条真龙的龙气镇压裂缝，龙气是这方天地最纯粹的本源之力，可以修补被侵蚀的法则。所以你盯上了小金。你就没想过来找我，找二师兄，找小师妹，100个师兄弟，你谁都不找，自己一个人扛。他找过，150年前，七师兄找过二师兄。我当时推演显示，这条路的尽头有转机，如果我插手，
转机反而会消失。什么转机值得让小金被困100多年？你是不是脑子坏了？那是师傅的坐骑。够了。小金的龙气被你抽了多少？3成。抽了3成之后，西域那道裂缝确实被压住了，但别处又出现了新的裂缝。世界者骗了我，他根本不是想让我封印裂缝，他是想削弱这方天地的本源之力。龙气被抽走的地方，法则变得脆弱，新的裂缝就更容易产生。等我发现的时候已经晚了，南疆的裂缝已经成型，世界者开始渗透进来。我想补救，但他威胁我，如果我把真相说出去，他就对小金下手。所以你见了归墟？归墟是为了监视世界者。这150年，我和沈冰一直在暗中研究对付他的方法。表面上跟妖族合作，实际上是在利用妖族的资源收集界壁碎片。这东西是界壁脱落的残片，研究透了就能找到世界者的弱点。你知道你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吗？你火太烈，烧到了自己，然后忘了回头看看身后还有没有人。身后一直有人，你不回头，所以看不到。万华天幕那层封印是你加的。是周烈前辈说需要3层不同属性的封印才能稳固，火属性和水属性有了，还差1层。你知道万华天幕是师祖传给我的，不可外传。我传给你是因为你救过我的命，但你拿它去困师祖的坐骑，这件事你打算怎么跟我交代？弟子知错，弟子当时不知道那条龙是师祖的坐骑，周烈前辈只说是一条需要镇压的凶龙。你没问？弟子没问。师尊，此人如何处置？你的弟子，你自己处置。清华，从今日起，你长老之位撤去，回宗后面壁100年，期间不得出关。谢师父不杀之恩。起来吧。周烈，你收集的界壁碎片一共有多少？17块，都在这儿。拿出来。这些东西如果全部研究透，不用研究了。世界者已经死了，界壁裂缝失去了外域力量的补给，会自行愈合。这些碎片留着也没用了。150年，白干了。下次有事别一个人扛。行了，事情了结了，归墟解散，你们2个跟我回去。回哪儿？天刀城，先把你们的伤养好，然后接下来还有事需要你们帮忙。什么事儿？界壁裂缝虽然会自行愈合，但需要时间。妖族那边4大妖皇还活着，不会善罢甘休。师父的意思是，接下来还有仗要打。都散了，回各自的门派去，以后好好修炼，别走歪路。你那个拍卖会上的界壁碎片，我回去就把它撤了。既然世界者已死，那块碎片没必要拍卖了。不，别撤。拍卖会照常办，但东西换一换。换什么？世界者已死，南疆界壁裂缝正在愈合。这个消息无价。把这个消息放出去，让整个大陆都知道，妖族之所以敢动手，是因为世界者给了他们底气。现在底气没了，看他们敢不敢动。釜底抽薪。公子，打完了。打完了。这2个是坏人吗？不是，是你师叔。我又多了师叔？你师叔多得很，慢慢认。习惯就好。想什么呢？师父，您刚才那一击消耗很大吧？你想说什么？世界者死了，但4大妖皇还活着。如果他们再来，弟子虽然做了错事，但这150年的修为没白练。
拖住一个妖皇，弟子还是做得到的。你这是在请战？弟子欠师傅的，欠小金的，欠所有师兄弟的，总得做点什么。把你那破火功好好练练。上次我看你出手，火候不够纯，杂质太多。有人，一个人，生死境巅峰，不对，是半步神桥。救命啊！暗影豹，万魔血王的手下，生死境后期的修为，管吗？没事了。多谢各位救命之恩。你是谁？怎么会被万魔血王的妖族士兵追杀？我叫苏瑶，是北海玄霜宗的弟子。3天前，我们5人路过南疆边境，被妖族士兵伏击，其他4个师兄师姐都没了，只有我逃出来。玄霜宗是北海的中等门派，擅长冰系功法，实力不弱。5个人路过南疆边境，为什么会被妖族士兵伏击？我们是来送信的，给天刀大人的信。您就是天刀赵小刀。宗主说，万魔血王在集结残部，准备对南疆发动第2次进攻。这次他还联络了北海和西域的妖族势力。多少？万魔血王至少联络了6个妖皇级别的存在，加上原来的4个，10个妖皇，10个妖皇联手，他拿什么说服其他6个？利益，万魔血王多半是在之前就开始联络了，许诺的条件大概是瓜分南疆的人族领地。那消息传出去之后，那6个妖皇还会来吗？不好说，有些妖皇本来就对人族领地垂涎已久。借口不重要，利益才是根本。10个神桥境，我这边5个神桥境，加上我6对10，数量吃亏，但质量上未必。什么时候来？宗主说，最快半个月。回天刀城，半个月够做很多事。师父打算怎么办？你觉得呢？主动出击。被动防守永远是下策。10个妖皇联手攻城，就算我们守得住，天刀城的百姓也扛不住。那打蛇打7寸，万魔血王是联盟的核心，杀了他，联盟自然瓦解。杀万魔血王，他可是神桥境巅峰，而且恢复能力极强，所以不能硬杀。那怎么杀？引蛇出洞。万魔血王最忌惮的人是谁？您。所以，如果他知道我落单了呢？师父，你要拿自己当诱饵，这问题大了。您现在才生死境初期，我生死境初期打得过天庭境的世界者，一个神桥境巅峰的妖皇，你觉得我搞不定？道理是这个道理，但让师父一个人冒险，不是一个人，我会带人，带幻羽，带那个小家伙，他的速度比你们所有人都快，万一出了意外，他能带我撤离。而且，幻羽的血脉是凤族，凤族天生克制血族。您早就想好了？从九幽泽回来就在想了。那我们做什么？你们去劫其他妖皇，10个妖皇不可能同时到南疆，他们会分批赶来，在他们会合之前，一个一个吃掉。闻而击之。林清晨的情报网追踪行踪，你和柳清月各带1队，周烈和沈冰配合，每组对付2到3个。绰绰有余。但有个前提，必须在万魔血王到达南疆之前解决掉至少6个，否则他一到，剩下的就会汇合，再想各个击破就难了。时间够吗？够不够？都得够。二师兄，你那情报网能不能查到那6个妖皇现在在哪儿？
你觉得我天机阁是摆设？那就查。急什么？回城再说。你这人怎么什么都不急？急有用吗？我的4个师兄师姐倒在了3头生死境的妖族士兵手里，而他们讨论10个神桥境的妖皇，就像在讨论一件寻常小事。姐姐，你怎么了？没什么，就是觉得你们好厉害。我不厉害，厉害的是公子。公子，你说的是那个年轻人？公子是最厉害的人。看着20出头，所有人都听他的话，到底是什么来头？有些事不该问。大人，您可算回来了。3天前南疆边境连续遭到妖士兵袭击，规模不大，但频率很高，一天至少7、8次。什么时候开始的？就是您走后第2天。每次来的妖族士兵都不多，但打完一波又来一波，弟兄们都快撑不住了。是他，万魔血王在摸我们的底。传令下去，所有副将半个时辰后到议事厅集合。是。乖，恢复的不错。先生，这几位是？你师叔。别问了，进去准备茶水。师叔又多了3个，别问了，别问了，快去跑查。情况就是这样，10个妖皇联手，南疆压力前所未久。但先生已经有了部署，各自听令行事。天刀说什么，我们就做什么，没二话。好，散了，各自准备。师傅，天机阁在北海和西域的分布已经在查了，最迟明天就能确认那6妖王的确切位置。好，确认后第一时间告诉我。还有一件事，拍卖会的消息放出去之后，反响比我预想的大得多。怎么说？各大势力都派了人来，不只是为了消息本身，更多的是想见见那个让4大妖皇铩羽而归的人。我没空应酬，我知道，但有几个势力来头不小，得罪了不太好。这是名单，天剑宗、太虚殿、紫霄圣地，每一个背后都有顶尖高手坐镇。那就让他们派人来天刀城，想帮忙的欢迎，想看热闹的让他们离远点。明白了，我替您转达。归元丹能解决真气续航的问题，但还需要更多手段。小金，你现在能喷火吗？威力还不够，不过没关系，慢慢恢复。6个妖皇位置全部确认，2个在北海，3个在西域，1个在东荒。北海那2个距离最近，5天能到南疆；西域的需要8到10天，东荒最远，至少半个月。先打近的。北海那2个，赵小刀、柳清雪，你们去。什么时候走？现在。行。北海那2个是什么来头？一个叫寒渊精王，擅长水系和冰系；另一个叫血山虎母，擅长毒术和精神攻击。一强一弱，够了。西域那3个呢？你和史兵去，加上林清晨。3个人对3个妖皇，怎么没信心？我和史兵配合没问题，但二师兄他……七师弟放心，我虽然不擅长正面战斗，但辅助和控制还是拿手的。你那个推演术能用在实战里？预判对手的下一步行动，提前布置陷阱，干扰对手的判断，这些够不够？够了。什么时候走？明天。西域那3个还有8天才到，我们有时间准备。那东荒那个呢？最远半个月才到，等你们解决了西域的再去收拾他，不迟。公子，我们什么时候动？等消息，等万魔血王的确切位置。二师兄不是说他在南疆深处吗？在南疆深处没错，但具体在哪还不确定。他的隐匿能力极强，想找到确切位置不容易。那怎么办？引他出来。怎么引？你觉得万魔血王最想对付的人是谁？公子您？对。所以您要出去晃悠，让他来找您？聪明。那会不会很危险？有你在怕什么？跑不过他，还飞不过他。嘿，那倒是，我飞得可快了。你这个样子能干什么？哎呦！别欺负他。走，出城转转。现在就去引他出来？不是，去买点东西。公子，他们好可怜，所以要尽快解决妖族的问题。这位公子，
买这些药材做什么用？你是谁？在下求山天剑宗长老。方长老找我有事，不敢说找，只是恰好路过，认出了公子身上的气息。什么气息？法则之力的残余。一个生死境初期的修士身上残留着法则之力的编动，我活了800年，头一回见。所以天剑宗想跟公子交个朋友，持此令可随时出入天剑宗，享受长老级待遇。方长老，我跟天剑宗无冤无仇，也没什么交情，无功不受禄。公子误会了，这不是施恩，是投资。投资？南疆的局势是所有人都看得到，但也不想贸然插手天刀的地盘，所以想先跟公子通个气。通什么气？天剑宗可以派3个高手南下支援，条件是战后南疆边境的3座灵矿归天剑宗开采50年，3个高手换3座灵矿50年。你们天剑宗的算盘打得真响。公子觉得条件不合适，可以谈，不是合不合适的问题，是我不需要。公子，10个药皇，我说了不需要。方长老，回去告诉你们宗主，南疆的事我自己能解决。天剑宗想帮忙可以，但别谈条件，要么真心实意来帮，要么别来。趁火打劫这种事，我这人记仇。公子的话，在下会如实转达。告辞。公子，那个人好讨厌。商人而已，走了，回城。公子不怕得罪天剑宗？怕什么？你也觉得他讨厌？哼！英雄所见略同。苏姑娘怎么还在？先生，我想留下来帮忙。帮什么忙？我修为不高，正面战斗帮不上什么，但玄霜宗的冰系功法在治疗和辅助方面有独到之处，战场上总需要人救治伤员。你会疗伤？玄霜宗有一门冰系疗伤术，可以冻结伤口，阻止恶化，为正式治疗争取时间。行，留下吧。多谢先生。这个配方300年前自创，名叫归元丹，专门用来快速恢复真气。以前练这东西跟玩一样，现在火候控制费劲了些，但经验还在。6颗，每一颗能瞬间恢复2成真气，6颗加起来足够我连续释放7次法则之力级别的攻击。7次，够。先生，赵将军传来消息，北海寒渊精王已被击败，血山虎母重伤逃窜，正在追击。先生，灵港卫星传消息，西域3个妖皇中的一个已被周烈和沈冰联手击败，剩下2个正在围堵中。一切按计划进行，该我动了。公子，我们去哪儿？万魔血王上次逃走的方向是正南，我们往南走，走慢一点，动静大一点。故意让他发现我们？对。那我飞高一点，让他看到我的翅膀。聪明。一个生死境初期的人族修士，大摇大摆往南疆深处走。万魔血王要是不心动，他就不配当妖皇。公子，都第3天了，还是没动静，急什么？鱼饵放下去了，总得给鱼咬钩的时间。来了。公子，别慌，准备好，随时听我指令。万魔血王，我等你很久了。欢愉，下来。公子，好臭，这是什么味道？忍着，他来了，比我预想的早了半天。里面在变色，公子，这到底……别慌，他选择从地底来，说明他这次做了万全准备。万魔血王，上次是完整人形，这次把自己和大地为一体了，他是来拼命的。小子，你胆子不小。你也是，上次被打跑了还敢来。无主金龙，他怎么会？被你的人困了100多年，刚放出来，怎么心虚了？周烈那个废物嘴倒是不严。别怪他，我问什么他都得答，毕竟我是他师傅。你到底是什么人？问这么多干什么？你不是来对付我的吗？动手吧。哼，上次你能逼退我们，是因为我们不知道你的底线。现在我知道了，那就试试看。在我的领域里，你的力量消耗加倍，而我不会累。他说的没错，按刚才的效率，把所有丹药用完也打不穿，得换个思路。欢愉，在。飞。凤族，惊不惊喜？血域的核心不在物里，
在地下切断他和源头的联系就行了。现在公平了，我要你死！小金，你到底有多少？够对付你了。幻羽，结束了。小金，不敢！公子，我们赢了！赢了。哼，你就喷了那么一小口，得意什么？公子，那个大妖怪真的彻底消失了吗？龙火烧的是本源，本源没了，拿什么恢复？放心吧。哦，那就好。走吧，回去睡觉。公子您不累吗？累，所以回去睡觉。万魔血王死了，南疆的危机算是解除了。赵小刀和柳清雪在处理北海那边，周烈他们负责西域，应该都能收尾。但是他临死前那句话“不甘”，一个活了无数年的妖皇，最后说的不是求饶，不是威胁，是不甘。他在不甘什么？想不通的事，先放着。那是先生，您回来了。先生，您没事吧？万魔血王死了。啊！我去睡觉，别人找我就说不在。是。一天一夜，修为稳固了不少，实战果然是最好的修炼。苏瑶这丫头倒是细心。北海那2个妖皇解决了。我知道，林清晨传过消息。那你也该传个消息啊！我回来才听说您把万魔血王单杀了1个人，就带着幻羽那个小屁孩。还有小金。小金现在能打什么？连只鸡都……行，你很厉害，师傅，您就不能让人省点心？省心了，你不就失业了？坐。小师妹，你这眼神跟查岗似的。闭嘴！西域3个妖皇，2个伏诛，1个投降。投降的是青鳞蛇后，被我和水兵联手打服了。师傅，出事了！什么事？柳清雪被人抓了。什么时候的事？今天下午，他说去城外采药，带了2个弟子，傍晚没回来。我派人去找，2个弟子倒在路边昏迷，柳清雪不见了。2个弟子怎么样？没有外伤，就是被人一掌拍晕了，手法很干净，没留任何痕迹。一掌拍晕2个生死境的弟子，不留痕迹，至少神桥境巅峰，甚至可能是天庭境。天渊，大陆最北端，永冻之地，常年冰封，方圆千里无人烟。那里的天地法则极度混乱，任何推演术都无法探知情况。你算不到。天渊是天机阁的盲区，我的推演术在那里完全失效。对方选在天渊，就是冲着林清晨的推演术来。师傅，这明摆着是陷阱。我知道。那你……我去。师傅，他是我的弟子，不管是谁，不管是不是陷阱，我去。我跟您一起。信上说独来，管他写什么，万一是天庭境的对手，那你去了也没用。师傅，让我查一查，3天时间。我未必能算到天渊里的情况，但我可以排查谁有动机、有能力做这件事。但不管查到什么，3天后我都会去。赵小刀，至少你可以送我到天渊外围。好，周烈和士兵呢？要不要叫他们？叫，让他们在天渊外围500里处接应。明白。你不能去，你现在这个状态，去了帮不上忙。公子，我去。你也不行。为什么？上次打万魔血皇，我不是帮上忙了吗？上次的对手是神桥境巅峰，这次可能是天庭境。天庭境是什么概念？打个比方，万魔血王在天庭境面前，跟你在万魔血王面前差不多。放心，我有办法。简单，
专门用来在法则混乱区域稳定契机。天渊那种地方没有这个不行。5道法则印记同时运转，只能维持3息，3息之内战力可以短暂达到天庭境初期，够不够不知道，但这是我目前最强的底牌。500里外接应。如果3天之内我没出来，别说这种话。1天半，到了。法则混乱程度远超想象，普通神桥境来这里，实力至少打7折。下面有人，而且不止一个。来了就下来吧。天庭境，中期。他没事，只是被我封了意识，醒不过来而已。你是谁？你不认识我了？姜太初。还没老糊涂。你抓我弟子做什么？不抓他，你会来吗？你可以直接找我，直接去天刀城。你那个拿刀的弟子，怕是不等我开口就先砍过来了。这倒是，赵小刀那脾气确实会。放心，谈完就放他走。谈什么？300年前你死了，整个大陆都知道。我亲自去确认过你的坟墓，你消散的气息全是真的。然后呢？然后300年后，一个年轻人横空出世，7星境击退4大妖皇，生死境单杀万魔血王，你的弟子们全都认你。所以我想知道，你到底是怎么回来的？这很重要吗？很重要，因为我也想让一个人回来。你要救谁？我女儿。姜太初有女儿，300年前他从没提过。什么时候的事？200年前被人害的，害他的人已经不在了。你做到了，不管用了什么方法，你确实从死亡中回来了。这个方法能不能用在别人身上？姜太初，我实话跟你说，我不知道自己怎么回来的，没有秘术，没有阵法，没有任何人为操作，我就是醒了。不知道。你冷静点。抱歉，200年了，我找了200年，翻遍了上古典籍，走遍了大陆每一个角落，什么都没用。然后我听说了你的事，一个死了300年的人回来了，这是200年来我听到的唯一一个真实的希望。姜太初，我没有骗你，如果我知道方法，我可以告诉你，但是我信你，你这个人从来不说谎，300年前是，现在也是。人还你，抱歉用了这种方式。你可以试试正常的方式，比如写封信，约个地方喝杯酒。你变了，300年前的你不会说这种话。人都会变。师尊，没事了。师尊，这个人故人，不是敌人。等一下，如果有一天你想起来了，告诉我。好，还有，南疆如果有麻烦，可以找我。你什么时候这么好说话了？不是好说话，抓了你弟子，总得还个人情。行，记着。师尊，那个人到底是谁？姜太初，300年前大陆第2强者。第2？那第1是？我。走吧，赵小刀他们在前面等着，别让他们急坏了。师尊，弟子被抓的时候什么都没感觉到，一眨眼就失去了意识。弟子是神桥境巅峰，竟然连反应的机会都没有。天庭境跟神桥境之间的差距比你想象的大，不丢人。师尊，弟子想突破天庭境。急什么？水到渠成的事。弟子不想再让师尊一个人去面对危险。师父，小师妹，怎么样？对方是谁？打起来了吗？没打，是个故人，有事找我谈，谈完了人也放了，就这么简单，就这么简单。真没打。那我们这几天在冰天雪地里蹲着，是蹲了个寂寞，锻炼意志。走，回家。查到了，抓小师妹的人是姜太初。我知道，
您知道？见过了，面对面谈的。我动用整个天机阁情报网查了3天，他一句见过了就完事儿了。那他找您做什么？问我怎么复活的？他想救回他女儿。姜太初有女儿？我也是刚知道。别想多了，他就是走投无路了才来找我。那他说南疆有麻烦可以找他，这话能信吗？能信。姜太初说话算话，300年前就是这样。还有一件事，东荒那个撤退的妖皇九尾天狐派人送来了求和书，条件呢？他愿意签100年互不侵犯契约，条件是人族不追究他参与联盟的事，签，但加一条，东荒妖族每年向南郊递供1000株灵药作为赔偿。1000株？师傅您这是敲竹杠啊！他参与了围攻赵小刀的联盟，1000株算便宜他了。明白，我去回信。师傅，出事了。怎么了？姜太春的事，我查了一下他女儿的死因。200年前，姜太初的女儿姜若水天赋极高，20岁就到了生死境，但她被人设局害了，是当时北海的一个大势力，叫苍兰。为什么害她？争夺一件上古遗宝。姜若水先一步找到了那件东西，苍兰阁的人追上她，最终在北海深处将她围困致死。然后姜太初灭了苍阳阁，苍阳阁上下3000余人，一夜之间全部消失。从那之后，姜太初就隐匿了200年，直到这次出现在天渊。那件遗宝呢？下落不明。姜若水死后，遗宝消失了。有人说被苍兰阁抢走了，但姜太初灭了苍兰阁也没找到。什么遗宝？传说是一件拥有逆转生死之力的上古至宝，不是普通的手段，而是真正能让逝者重回人世的力量。逆转生死，我的复活会不会跟这东西有关？你确定？只是传言，但如果是真的，那姜太初找了200年的东西，可能从一开始就不在苍兰阁手里了。如果能算到，就不叫继续查。这件东西的线索能查多少查多少。明白。300年前我死了。300年后我回来了，中间发生了什么？为什么是这具身体？为什么是这个时间点？如果那件遗宝真的存在，如果它真的有逆转生死的力量，那我的复活或许不是偶然。你知道答案吗？也是，你被困了100多年，什么都不知道。不管真相是什么，先把实力提上去再说。滚！天道城不欢迎你们！赵庄主息怒，我等此来并非挑衅。实在是事出紧急。什么事比我师父闭关更急？说。此事只能当面跟贵派掌门说。我就是掌门，有话跟我说。恕在下直言，此事赵庄主做不了主。师父，这人非要见您，我拦不住。拦什么？来都来了。说吧，什么事？在下太虚殿执事长老方劝明，见过前辈。别叫前辈，显老。见过先生。什么事？3天前，太虚殿在中州的一处秘境突然崩塌，秘境里关押着一头上古凶兽饕餮。他跑了。秘境崩塌时，殿内3位长老试图镇压，但饕餮实力远超预估，3位长老2位陨落，1位重伤。饕餮破风而出，往南疆方向去了。饕餮什么修为？封印前他被关了8000年，一直在吞噬秘境星壮大自己。现在的修为，我们估计至少半步天庭。行了，我知道了，你们回去吧。师傅，又来活了。这些人一个个的自己惹的祸都往咱们这儿推，谁让咱们能打呢？哼，这次怎么打？还是您一个人去？饕餮不一样，万魔血王是血族，有明确的弱点。饕餮是上古凶兽，没有明显的克制关系，而且他的核心能力是吞噬，任何攻击对他都没用。那岂不是越打他越强？理论上是，所以不能跟他打消耗战。那怎么打？得把他重新封印。封印？太虚殿的封印都关不住他。太虚殿的封印关了8000年。材料老化了，换新的就行。新的封印从哪来？我来布。300年前我研究过上古封印术，饕餮这种东西硬打不掉，唯一的办法就是封印。但封印需要一个能承载封印力量的载体。什么载体？龙珠。别紧张，不是要你的龙珠，是要你帮忙凝一颗临时的。五指金龙可以用自身龙气凝聚出一颗临时龙珠，这颗龙珠存在时间不长，最多7天就会消散，但7天足够我完成封印了。怎么？差多少？3成。他现在恢复了5成，凝龙珠需要8成，3天能恢复吗？有没有办法加速？行，都给你，吃完好好消化。3天后我要龙珠。那可是方岐山送的礼，转头就为了龙。他要是知道了，他不会知道。万一知道了呢？那就当他为南疆安全做贡献了。
情况就是这样。3天后，饕餮到苍梧山脉，我们在那里截住他。封印需要多长时间？布阵加激活大概需要1炷香。也就是说，我们要拖住一头半步天庭的上古凶兽1炷香。对，就我们4个，5个，我也会参战。布阵之前，我先跟他打一轮，消耗他的体力。等阵法布好，我再激活封印。那中间那段时间谁来拖？你们4个，你们4个，没问题。要不要把小师妹叫回来？来不及，万华宗在西域，一来一回至少5天。那姜太全呢？他不是说南疆有麻烦可以找他？不到万不得已，不用。欠人情这种事，能少欠就少欠。师傅，这可是半步天庭，我们4个神桥境拖1炷香，说实话，我没把握。所以不是硬拖。苍梧山脉的地形我研究过了，这里2山夹1谷，最窄处只有100丈。饕餮体型庞大，在这里它的机动性会受到极大限制。把它引进峡谷。对，引进去之后，周烈、沈风封住谷口，赵小刀和林青荣在谷内牵制，不需要跟他硬碰硬，只要不让他跑出峡谷就行。火墙加上地形优势，1炷香没问题。谷尾交给我。那我和2师兄在里面跟那大家伙玩捉迷藏。有个问题，饕餮的核心能力是吞噬，如果他不攻击我们，而是直接吞噬峡谷的山体，把整座山，我们的地形优势就没了。所以需要一个诱饵，一个比山石更有吸引力的诱饵，让他把注意力放在吞噬诱饵上，而不是山体。什么诱饵？法则之力。这些东西里面蕴含着外域法则，对饕餮来说，这比普通灵气好吃1万倍。把这些碎片分散布置在峡谷内，饕餮进去之后会被碎片吸引，忙着吞噬碎片的时候，就顾不上吃山了。17块碎片，按照他的吞噬速度，够他吃2炷香。2炷香，绰绰有余。那就这么定了。明天出发，后天到苍古山脉，提前1天布置。先生，喝点东西吧。你放了什么？黄芪和当归，补气无血的。先生这几天消耗大，得补一补。挺好。公子，素瑶姐姐对你真好。她对谁都好。才不是，她给赵师叔端汤的时候脸都是板着的。你观察挺仔细。明天还有硬仗要打，走一步看一步吧。这地方连鬼都不愿意来，这山体是玄铁岩，硬度极高，饕餮要啃这个得费不少功夫，所以才选这里。走吧，进去布置。这玩意儿，他应该会喜欢。300年前这种东西信手拈来，现在每一笔都得拼尽全力。今晚休息，明天继续。苏瑶姐姐，你怕不怕？怕什么？明天要打大妖兽啊！有点，但有先生在，应该没事。那肯定没事，公子最厉害了。师父，弟子有个事想问。问。封印饕餮之后，您会虚弱多久？3天左右。3天？这3天里，如果有人来，你们守着就行。可是周烈，你又想一个人扛，上次的教训还不够。有事说出来，大家一起想办法，别动不动就自己扛。是，师父。好了，辛苦了。明天就看这一局了。布置完了，各就各位。啊。来了。太虚殿的人怎么在这儿？别往峡谷里跑。前辈，就上一边去，别碍事。好香。想吃吗？就是现在，朱莉。困我！你们敢困我！
这货皮也太厚了。别跟他硬碰，牵扯一下，带着他跑。行，老子陪他溜溜弯儿。还真是贪吃啊！给我争取一炷香，从现在开始计时。收到。我让你吃，我让你吃！就在这里。还差多少时间？半炷香，撑住。那个东西不对劲儿。狩猎！还不够。不，8000年了，我不要再被关。师傅，没事，就是脱力了。成了，成了。先生，您的经脉断了2条，需要静养至少3天。我知道，临时龙珠维持不了多久，得赶快把这东西送到太虚殿去。哼，让他们自己来拿，凭什么我们帮他们收拾烂摊子，还得送货上门？也行，想说就说。啊，我们没想说什么。你都写在脸上了。先生，断裂的2条经脉，我已经用冰息术暂时封住了，不会继续恶化。但彻底愈合至少要3天，这3天您不能运功，一点都不能。知道了。每次都说知道了，然后偷偷运功，您之前干过2回了。3回，在万妖谷那次你不知道。哟，这不是太虚殿那个人吗？还没醒呢。在下太虚殿内门弟子陈默，多谢前辈救命。别磕了，说正事。方劝明不是说你们店主在闭关吗？你跑来追饕餮干什么？前辈，弟子不是来追饕餮的，弟子是来报信的。报什么信？饕餮不是自己破封的。什么意思？秘境崩塌后，店里派人去查看封印残骸，发现封印阵法的3个阵眼全部被人从外部破坏过。从外部？对，有人进入了秘境，从外面把封印的阵眼一个个打碎，不是封印老化，是人为的，刻意的。谁干的？不知道，但能进入太虚殿的秘境，又能破坏上古封印阵法的人，修为至少在极高境界以上。秘境有守卫吗？有，3位长老常年驻守。 3位长老都没发现有人闯入，3位长老2死1重伤，弟子怀疑他们可能在饕餮破封之前就已经被人偷袭了，但秘境崩塌掩盖了一切痕迹，现在已无从查证。有人蓄意放出了饕餮，让他冲向南疆，为什么？这件事让林清晨去查，你回去告诉方翠明，饕餮已经被封住了，让他派人来取。是，还要告诉你们店主，封印被人破坏的事不要声张。弟子明白。喂，你那个样子能飞？ 能飞，吃了再走，别死半路上丢我们的人。多谢赵城主。万魔血王组建联盟围攻南疆，饕餮被放出来也冲向南疆，2件事的目标都是南疆，巧合？我不信巧合。睡不着就别装了。先生也没睡啊？我在想事情，你呢？先生。
我想学战斗。可是你修的是医道，医道也可以战斗。玄霜宗有一门功法叫冰心诀，可以把冰息疗伤术转化为攻击手段。我之前没学，是因为用不着。现在觉得用得着了。今天在山顶上看着先生和各位师兄战斗，我什么都做不了。治疗也很重要，但不够。等回了天刀城再说。先生大恩，太虚殿没齿难忘。若非先生出手，这头凶兽到了南疆腹地。行了行了，把它带回去吧。临时封印只能撑7天，你们得重新准备好新的封印，别再出岔子了。一定一定，这是店主特意吩咐送来的3件上古法器，聊表心意。我说了不要法器。那先生想要信息？太虚殿的藏星阁里有没有记得特殊古物的信息？有，上古典籍中有零星记载，但都语线不详。先生如果需要，在下可以把所有相关典籍的抄本送来，越快越好。3件上古法器不要，要几本破书。师傅，您这买卖做得亏。信息可比法器值钱，可法器能卖钱啊？你缺钱？不缺。那不就得了？师傅，您轻了不少。废话，几天没好好吃饭，能不轻吗？那回去我给您做牛肉面。你会做饭？在外面流浪150年，什么都会。先生，别哭，还没死呢。是，不哭。先生，经脉已经接上了，但还很脆弱，1个月内不要同时调动超过3道法则印记。说真的，别超过3道。那我先出去了。经脉在愈合过程中反而变得更有韧劲了，因祸得福。先去书房，查到了，200年前姜太初的女儿姜若水在北海争夺一件上古遗宝，被苍兰阁围杀。但有个问题，如果那件宝物落入了苍兰阁手中，姜太初灭了苍兰阁之后应该能找到，他没找到，说明东西不在苍兰阁。那在哪儿？2种可能：第一，姜若水被杀之前把东西藏了起来，或者托付给了某个人，他已经被人用过了。300年前我已陨落，那件宝物却刚好能逆转生死，有这么巧的事？继续查，重点查200年前北海发生了什么。明白，饕餮是被人为放出的，那件宝物的线索指向200年前的北海，幕后可能是天庭境以上的存在。所以从头到尾都有人在整我们。不确定是针对我们，但南疆肯定是目标之一。谁？为什么？不知道。管他是谁，来了就打。打得过吗？先练练再说。现在最重要的是2件事：第一，查出幕后黑手是谁，交给我；第二，提升实力，不只是我，你们所有人都要突破，别等到敌人打上门了才知道后悔。是。回城主，1刻钟前有人接触了东面的第3道防线，我们赶到时人已经不见了，只看到一道白光一闪而过。500丈外有一个人站着不动，修为是天庭境初期。师傅，是发现什么了吗？快回城里。啊！回去，所有人回到各自的位置，护城阵法全部开启。听到了吗？都按他说的做。城外有人，天庭境初期。是来找麻烦的？不确定。如果是来找麻烦的，不会只碰一下手阵就收手。那是什么意思？挑衅？有可能。天庭境初期，我推演不出这个人的身份，被遮蔽了。遮蔽？这个人身上有某种器物在干扰天机，我的推演术碰到那层干扰就被弹回来了。这不是普通的遮蔽手段。我出去看看。师父，万万不可！以您现在的经脉，我去。你打不过天庭境，我带周烈和沈冰一起去。3个神桥境为1个天庭境初期，打不过的，两者的差距不是数量能填补的，就是10个打1个，赢面也不超过30%。那怎么办？给我10息时间。什么意思？如果对方动手帮我撑10息，10息之内我能做好准备。好。站了这么久，不进来坐坐？
你瘦了。你认识我？你果然不记得了。我应该记得你吗？不重要了。这是用过的，已经碎了大半，没有力量了。是你救了我。等等，你叫什么？白苏。师傅，那个天庭镜呢？走了。走了？走了是什么意思？打了没有？没打。那来干什么？送东西。就这？白苏这个名字，你听过吗？没有。弟子也没听过。白苏，天机阁的资料库里没有任何记录。一个天庭境的强者，居然没有任何记录。一个天庭境初期的女人，救了300年前的我，却没有在任何人脑海里留下记忆。白苏，你到底是谁？突破了！突破了！放开！你勒死我了！周师兄，我不用刀也能出刀意了。我知道了，先把我放下来。生死境后期，法则印记调动从5道提升到7了，距离神桥境只差最后一步了。师傅，师傅！什么事？我的道意突破了。然后呢？我发现周师兄和沈师姐偷偷牵手了。你怎么知道的？我起来练刀正好看着。行了行了，你喊什么？我激动啊！周师兄150年的铁术终于开花了。滚去练刀。师父，您看这个，炼珠者与被救者之间需有命魂共鸣方可成功。命魂共鸣是什么？我查了，命魂共鸣是指2个人的魂魄频率完全一致，只有在极深的情感羁绊下才会产生。父母子女之间有可能，但概率极低。最常见的是道侣。师父，白苏很有可能是您300年前的道侣。不可能，300年前我身边的人你都认识，你见过他吗？没有。但师父，您有天机屏障术。如果您把这门术法交给了他，又刻意隐瞒了他的存在，我们不可能知道。我为什么要隐瞒？我不知道，但以前的您跟现在很不一样。那时候您很少跟我们说私事，您的世界里只有修炼和守护大陆，其他的一概不提。300年前的我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我教过他天机屏障术，所以他才能消失得无影无踪。但我为什么要教他？我跟他到底是什么关系？师父，您真的一点都不记得他？一点都不记得，那就只能等他再出现了。他会再出现吗？会。一个藏了300年的人突然现身，他肯定有话要说。昨晚没说完，可能是时机不对，他会再来的。对了，饕餮的事查得怎么样了？有眉目了。太虚殿记录了入侵者的一丝残留气息，我让天机阁的人比对了，跟3个月前出现在南疆边境神秘力量完全吻合。什么力量？不属于人族，不属于妖族，也不属于任何已知种族。如果非要归类的话，最接近的是外域的东西。外域是界壁裂缝，我不确定，但这是目前最合理的推测。2次行动都失败了，如果他们的目标是界壁裂缝，那他是想扩大裂缝，让外面的东西涌进来。界壁裂缝现在愈合到什么程度了？7成，按自然愈合速度，还需要3个月才能完全闭合。加派人手守裂缝，周烈和水兵轮换，24个时辰不间断。任何靠近裂缝的可疑人物，立刻拿下。明白。公子，有人找你。谁？一个老头，说是什么天剑宗的。阁下是？
天剑宗二长老秦苍。秦长老远道而来，有何贵干？老夫此来是代宗主传话，3个月后，天剑宗举办论剑大会，届时各大势力齐聚，共议戒壁裂缝之事。论剑大会名为论剑，实为议事。如今各地都出现了裂缝，规模虽不及南疆这条，但数量在持续增加。各地都出现了裂缝，我会去。还有一件私事，天剑宗内部有人对宗主的决策不满，老夫此来也是想提醒先生，论剑大会上未必所有人都是善意的。有谁不满？不方便说，先生到时候自会知道。老夫告辞。又是开会，能不能来点实在的？天剑宗的论剑大会每100年举办一次，是大陆上规格最高的聚会，这次却提前了50年，说明事态确实严重。那我们去几个人？全去。全去？天道城不留人手？留陆景和吕子杰，护城阵法够他们撑一阵子。可是3个月够你们至少突破1个小境界。到了论剑大会上，我不想看到有人拖后腿。从明天开始加倍修炼。赵小刀，你的刀艺还差最后一层，3个月内必须突破。是。周烈，你的火系法则到了瓶颈，我给你一套功法，照着练。是。士兵，你跟周烈配合的默契还不够，多磨合。明白。还有林清晨，弟子知道，推演术的第9重。刘清雪，弟子在。你说过想突破天庭境，3个月不够，但我可以帮你把根基打到极致，等时机到了，一步跨过去。是，师尊。还有一个问题，你已经醒来好几个月了，如果白苏真的是您的道侣，她为什么现在才出现？她在等我想起来。那晚她用确定的语气说你果然不记得了，想来她已经料到我不会记得她，所以她来了。为什么？因为这个，她把它交给我，是在告诉我答案在这里面。可珠子里面已经没有力量了，没有力量但有残影。那天晚上我接住她的时候，看到了一些画面碎片，很模糊，但确实有。什么画面？我死的时候，有人把这颗珠子按在我胸口，是一双女人的手。如果你能把残影完整解读出来，需要更强的神识，生死境不够，至少要神桥境。我要闭关1个月，中间不要打扰我，除非天塌了。什么程度算天塌？天庭境以上的敌人打上门。明白了。这间密室是300年前专为突破而建，所有外界干扰都进不来。生死境后期的臂障松动了，生死境巅峰不能停，继续冲。神桥境的门槛就在眼前，300年前我跨过这道坎用了3年。屏障出现裂纹了，神桥境初期成了，法则印记从9道变成了12道。等我，他说的是等我。300年，他等了300年。神桥境，都出来！师傅突破了！你能不能注意点？差点把门框烧了。师傅突破了，真的假的？师傅。师傅，你突破了！你醒过来才多久？半年？半年从七星境到神桥境，这速度也太离谱了吧！底子好。今晚吃什么？肯定得庆祝啊！周烈，你不是说要给师傅做牛肉面吗？今天做。就做牛肉面，是不是寒碜了点儿？那就再加个卤蛋。得嘞！残影我看完了，看到了什么？
300年前的战场，我的身体倒在山顶废墟里。白苏赶到，把那颗珠子按在我胸口。他说了2个字：等我。师傅，300年前害您的人是谁？残影里只有白苏到达之后的画面，之前发生了什么，全是空白。这个问题，可能只有白苏知道答案。那就等他来。不用等了。不用紧张。都看到了。看到了。你有很多问题要问吧？不用走。该知道的，你们都该知道。300年前，我是怎么死的？你自己选的。300年前，界壁第一次出现裂缝，不是南疆那条，是在极北之地，比现在这条大10倍。裂缝里涌出来的存在比世界者高好几个层次。他自称虚无之主，你一个人去拦了他，没叫任何人，连我都没告诉。等我赶到的时候，裂缝已经被你封住了。你把全部的修为、全部的生命力灌进了界壁，把裂缝堵死了，代价是你的命。所以不是被人害的，是我自己选的。对。那虚无之主呢？被你赶回去了，但还没消亡，他还在界壁外面，300年了，他一直在找新的裂缝。南疆的裂缝，各地新出现的小型裂缝，还有万魔联盟饕餮被放出来的事，都跟他有关。他出不来，你封的那道壁还在，但他能往这边渗透力量，操控这边的人和事。他在削弱界壁。对，一点一点的消，等界壁薄到一定程度，他就能再次突破。多久？按现在的速度，不到1年。所以你现在出现了。我等了300年，本来打算一直等下去，等你自己想起所有事情，但时间不够了。那颗珠子复活我的时候，为什么我会失忆？副作用，它逆转生死，但不能完美复原灵魂。等你回到天庭境巅峰，应该能全部想起来。应该，你也不确定。从来没有先例，你是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白苏，300年前我们是什么关系？等你想起来的时候就知道了。你可以现在告诉我。告诉你也没用，你不记得了，说出来只是几个字，字不值钱。那什么值钱？回忆。论剑大会我会去，界壁的事不是你一个人的。师父，别说话。哼，我就说一句，说300年前的您眼光挺好。看什么看？虚无之主，1年，论剑大会，白苏，300年前我一个人扛下了一切。上次我一个人，但这次不是。1个月后的论剑大会，该见的人，该打的架，该接的底，全在那儿了。大陆上所有的牌，都该摊开。周师兄，看好了，我这一刀会很帅。周烈，攻他山中穴。师傅，您也指点指点我呗。您看我刚才那一刀是不是挺帅的？师傅，师傅。出发，论剑大会。排场不小，小心别动。天剑宗的人来了。先生，酒后了，宗主已在主峰设宴，专程等候先生大驾。客气了。他的修为又精进了。先生，请。先生远道而来，方某有失远迎。方宗主客气。东侧第1排那个秃头老者，北海冰宫的公主；西侧第2排穿红袍的，南皇火神殿的大长老。怎么了？
最后边的那个人，我查不到他的身份。没有气息，不是收敛，是真的没有。但一个普通人不可能出现在这里。盯着他，已经在盯了。诸位，今日论剑大会，除了切磋武艺之外，还有一件大事要商议。界壁裂缝，南疆的裂缝虽然在愈合，但大陆各地又出现了新的小型裂缝，北海3条，东荒2条，西域4条，中州也发现了1条。所以方某提议由各大势力联合组建一支封闭军，专门负责巡查和封堵各地的裂缝。方宗主，封闭军的提议不错，但老夫有个问题，这支军队的指挥权归谁？自然是由各势力共同推举一位德高望重的前辈来统领。推举？方门主心里怕是已经有人选了吧？方某不才，想推举一位天刀城的先生。方宗主抬爱了，不过这事我做不了主。先生谦虚了，以先生的实力和威望，我说做不了主不是谦虚，是真做不了主。界壁裂缝的事，比在座各位想象的要严重得多。封闭军能解决小裂缝，但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先生此话何意？裂缝不是自然产生的，是有东西在外面一点一点的削弱界壁。各地冒出来的裂缝全是他。你怎么知道的？阁下是界壁外面的那个东西，你是怎么知道的？你是谁？顾凌渊，300年不见，你果然不记得我了。你来干什么？弟子们都在啊，别紧张，我不是来打架的。你到底是谁？我叫秦无暇。师父，看来你的身体还记得，就是脑子不记得了。秦无涯，这个名字，师父，300年前您提过一次，只有一次。您说，我说什么？您说，如果有一天我不在了，秦无涯会来收拾残局。说吧。说什么？你是谁？跟我什么关系？为什么300年前我提过你的名字？你真一点都不记得？不记得。那我换个问法，你知道自己300年前为什么收了100个弟子吗？不知道。因为你在布局。布什么局？对付虚无之主的局。300年前，你第一次遭遇虚无之主，那一战你赢了，但代价极大。你在倒下之前就知道他还会回来，因此你提前做了准备。师父早就知道会有今天。他不只是知道，赵小刀刀道极致，镇守南疆；林清晨天机推演，掌控情报；柳清雪万华天幕，剑宗立派；周烈火系法则，宫中主力。100个弟子，100个位置，全是他安排好的。300年前的我，把一切都算好了，连倒下都是计划的一部分。那你呢？你在这个局里是什么位置？我不在局里，我是局外人。什么意思？300年前你找到我，跟我说了一句话：如果我不在了，帮我看着点儿。就这，你这人从来不解释，丢下一句话就走了。我在外面看了300年，看你的弟子们一个个长大，看界壁裂缝出现，一直没插手。为什么现在插手了？因为虚无之主动真格了。各地冒出来的裂缝不是随机的，你把他们的位置连起来看。这逆天大阵，上古典籍里有记载。逆天大阵用来撕裂一方世界的界壁，需要在定位置开出足够数量的裂缝，形成阵法共振。一旦共振完成，界壁全面崩塌，虚无之主就能带着他的大军长驱直入。还差多少？阵法需要13个节点，目前已经有11个了，还差2个，一个在天剑宗脚下，一个在万华宗。所以你来论剑大会？不只是我，虚无之主的人也来了。谁？不知道，但他一定会派人来。天剑宗脚下就是第12个节点，他不可能放过这个机会。论剑大会各大势力齐聚，正好是最混乱的时候。你的意思是，有人会在论剑大会期间动手，在天剑宗脚下撕开第12道裂缝？对，可能是明天，也可能就在我们说话的这一刻。那还等什么？先把天剑宗翻个底朝天！翻什么翻？对方藏在暗处，你翻得过来吗？得引蛇出洞。对方要在天剑宗脚下开裂缝，就必须到特定的位置施法。我们只要守住那个位置。天剑宗的剑种。剑种？那是天剑宗的禁地，我们进不去，所以得跟方积云谈。他会信吗？不信也得信。方宗主，有件事比封闭军更急。先生是说有人要在我天剑宗的地盘上撕开界壁？对，就在剑种。不可能，剑种有9重封印，外人更……太虚殿的秘境也有封印，
饕餮不结样被放出来了。我需要进剑冢，在那里布防，等对方动手的时候当场拿下。方宗主，你是想保住面子，还是想保住天剑宗？好，我亲自带你们去。剑冢一共7层，最底层是历代宗主的葬剑之地，也是灵气最浓郁的地方。如果有人要在这里撕开裂缝，一定在最底层。是这里，节点就在石台正下方。他说的没错，石台下面的空间法则有一处极其显微的薄弱点，像一面墙。但如果有人从外面往里捅，怎么守？不用守，布阵。完成了。任何人试图在这个位置施法撕裂戒壁，阵法会第一时间反弹并锁定对方。接下来就是等。论剑大会只有3天，他要动手就在这3天里。你守这里。你是天庭境中期，万一来的人修为太高，其他人扛不住。那你呢？我去参加论剑大会。你去干什么？钓鱼。对方要在剑冢动手，就需要有人在外面制造混乱，吸引注意力。论剑大会上如果出了什么乱子，那个制造乱子的人就是虚无之主的棋子。你要同时守2头？不是我一个人。赵小刀、柳清雪，跟我去论剑大会。周烈、沈冰留在这里配合秦无雅、林清晨。你，我2头跑，推演术的覆盖范围够用。世尊，秦无涯这个人，您信他吗？信。他出现的时候，我体内的印记在共振。为什么？跟见到白苏氏一样，这种共振不会骗人，只有跟300年前的我有极深渊源的人才能引发。怎么了？没什么，弟子只是在想，300年前的世尊身边到底还藏了多少人？论剑大会的规矩，各势力派出代表上台比试，不限修为，点到为止。胜者可向败者提出一个合理的要求，对方不得拒绝。师傅，赢了就能开条件，我能上吗？等等，先看看。上万人的场合，靠眼睛找不出虚无之主的棋子，但神识可以。正常的修士气息有规律，有节奏，但如果有人身上带着外域的力量，哪怕只有一丝，都会对天地法则产生排斥。师傅，您闭着眼在找什么？钓鱼需要耐心。啊，这谁啊？没听过这号人物。一个散修，报名叫陆清，生死境中期。停！3招，就3招，没看到他出招啊！用的什么功法？不是功法，那3下是直接操控空间法则产生的攻击，没有灵力波动，没有真气外放，纯粹的法则之力。法则之力至少要天庭境才能掌握。我是因为上一世的根基，但他一个生死境中期的散修，凭什么？找到了，藏在丹田最深处，被层层伪装包裹着一丝外域的气息，就是他。现在动手！不急。他赢了不提条件，那他上去打什么？试探。什么？他在试探天剑宗的防御反应。刚才那3下法则攻击，打的不是人，打的是地面。这3道痕迹的方向，恰好指向剑冢。他在定位，用法则之力探测剑冢的具体位置。至少还需要2次才能锁定入口，他一定还会再上台。不，我上台。您？他要定位，我不让他定位就行了。而且，我想试试他到底有多深的底。啊，那是天刀城的人，就是那个传闻里的高手，还要跟谁比？陆清，上来。他丹田深处那丝外域气息在波动，比刚才活跃了。他在紧张，紧张的人容易露出破绽。阁下找我？你刚才那3招挺有意思，再来一次给我看看。阁下修为远在我之上，这一战怕了。他不能认怂，在这么多人面前退缩，等于暴露自己有问题。一个正常的散毒
面对挑战应该紧张或兴奋，不是退缩。请。再来。你的法则之力很粗糙，像是刚学会用，还不太熟练。正常的修士要到天庭境才能掌握法则之力，你一个生死境中期，是谁教你的？既然阁下看出来了，那就没必要继续演了。不是真正的突破，是外域的力量在强行拔高他的修为。果然，你看到我了。虚无之主，一缕分身而已，本体过不来，但一缕分身足够了。足够什么？想跑？这是什么东西？快跑！快跑！这是什么东西？外域来的东西，疏散人群，这里交给我。天剑宗所有弟子立刻结阵，快！赵小刀，在，守住四周，别让他跑了。没问题。你困不住我，这缕分身就算散了也无所谓。本体还在外面，你封得住一次，封不住第二次。谁说我要封你？撑住！弟子撑得住。你以为封住一个节点就够了？什么意思？13个节点只是最快的方案，慢一点的方案只需要一个。说清楚。一个足够大的裂缝，比如你300年前亲手封住的那一个。师傅，他刚才说的，我听到了。300年前，我用一切封住的那道戒壁，在监狱之地，姜太初守着的地方。林清晨，在。天渊，我300年前的封印还剩多少？3成，最多还能撑多久？3个月。3个月，这片天空的安宁只剩3个月了。师傅，天渊怎么去？从天宗往北，穿过中州，越过北境荒原，再过滨海，大概要飞半个月。半个月？封印只剩3个月，来回路上就花1个月。所以不能所有人都去，天刀城不能没人守，万华宗那边也是节点，柳青雪得回去。我去天渊，带赵小刀和周烈，林清寒留在天刀城坐镇，史边跟柳青雪回万华宗。那秦无涯呢？他会自己出现的。你们在说我？天渊的事你知道了？知道，我跟你去。你不是局外人。局外人也得吃饭，戒壁塌了，我也活不成。什么时候出发？明天。那今天？先生，紫霄圣地顾西月冒昧来访，有事相商。请进。昨日比武台上的事我都看到了，紫霄圣地愿意出力。怎么出力？紫霄圣地有一件上古法器，叫镇戒杯，能加固一定范围内的戒壁强度。虽然不能修复已有的裂缝，但可以防止新裂缝产生。条件呢？先生果然爽快，条件只有一个，紫霄圣地要参与天渊之行。你怎么知道我要去天渊？猜的。封印在衰竭，您不可能坐着等它崩，天渊是唯一的选择。天渊不是游山玩耍的地方，极北之地，常年冰封，灵气微薄到连生死境的修士都撑不过3天。你一个神桥境中期，先生3个月前还是7星境。行，明天一起走。多谢先生。镇戒杯需要3天时间从宗门运来，我让人直接送到北境荒原的边缘，我们路过时正好取。你连路线都算好了？出门前做了功课。这女的不简单。废话，能在20岁出头修到神桥境中期的人，哪个简单？
我是说他来得太巧了，咱们刚商量完去天渊，他就来了。不巧，他从昨天就在等机会。昨晚闭门会上，各大势力吵成一锅粥，只有紫霄圣地没表态，就是在等我们的动向。先生，天渊之行，方某想同往。方宗主，天剑宗脚下的节点虽然被我封了，但不代表万无一失，你得留在这里守着。那方某能做什么？封闭军的事你继续推，不用我当统领，你自己来就行。各地的小裂缝需要人盯着，这是你的活。好，方某领命。先生，天渊那个地方300年前就是禁地，我师父年轻时去过一次，差点没回来。你师父是什么修为去的？神桥境巅峰。那确实危险，不过我带了个天庭境中期的。明天就走了，你去不去？天渊冷，别乱跑。也对，忘了你是火属性的。300年前我拼尽一切封住的那道戒壁，如今只剩3成。3个月后彻底崩溃。300年前是用命封的，这一次总不能再死一回吧？推演术的实时传讯，有事随时联系。你的推演术能覆盖到天渊？勉强。到了极北之地可能会有延迟，但不会断。这破地方怎么这么冷？才刚进北京就寒冷，后面还有冰海呢。你是火系的，当然不怕。师傅，能不能让周烈给我烤一下？自己运功抗寒。圣女，东西送到了。这东西稀罕物。镇界碑，上古时期加固戒壁用的法器，紫霄圣地传了3000年，从没用过。3000年没用过的东西还能使？法器不是食物，不会过期。别太依赖外力，到了天渊比这还冷10倍。是10倍？天渊是极北之地的核心区域，那里的寒气不是普通的低温，是法则层面的寂灭之寒。灵气到了那里会被冻结，真气运转速度会降低70%。你也去过？去过一次。300年前封戒壁的时候，我在旁边看着。不是吧？师父在拼命，你在旁边看着？你师父不让我插手，因为封印需要一个人的全部修为和生命力，2个人分担反而会失败，力量不纯，封印不稳。他从一开始就没打算活着回来。到了。那就是外域。封印确实只剩3成了，有些地方已经薄得快透了。法则编织的网9层结构，外面6层也碎得差不多了，只剩内部3层勉强支撑。清晨的推算没错，按这个速度，3个月后封印消失。怎么修？有办法。你跟来了？我比你们先到。300年了，还在。你说有办法？什么办法？用特殊的炼气之法，将生命力灌注进封印里，相当于给封印续命。谁的生命力？不行。你连我是谁都不记得，凭什么说不行？不需要记得你是谁，用命换封印这种事，300年前做过一次了，不能再来第二次。那你打算怎么办？你是神桥境初期，就算把全部修为灌进去，连1层封印都补不满。给我时间。3个月。3个月后，如果你没有别的办法，我来。白苏，300年前是不是也是这样？一模一样。师父，我觉得您300年前欠他挺多的。闭嘴。哦，他说的办法可行，但代价太大。天庭境的全部修为加上至少300兽灵，他扛得住，但之后会跌落到神桥境，短期内无法恢复，所以不能让他来。那你打算怎么办？镇界碑，你说它能加固戒壁，能加固封印吗？理论上可以。镇界碑的原理是向戒壁注入稳定的法则之力，减缓衰变速度。用在封印上不能修复，但能延缓崩溃。能延缓多久？这道封印的规模，镇界碑全力运转的话，大概能把3个月延长到半年。先用镇界碑顶住，剩下的时间我来想办法。成了，镇界碑会持续运转，不需要人维护，但它的能量不是无限的。半年后耗尽，封印会继续衰减。半年，够了。半年的时间，至少能突破到神桥境巅峰。到那时候，也许能找到不用任何人牺牲的办法。扎营，今晚在这里休息，明天开始，我要在封印旁边修炼。在这里修炼？这鬼地方灵气都是冻的。寂灭之寒能冻结灵气，在这里的修炼法则之力效率反而更高，因为没有灵气的干扰，能更纯粹的感悟法则本身。师父说什么就是什么，我陪您在这练。
这一次绝不能重蹈覆辙。这什么鬼地方？真气流转一圈要平时3倍的时间，我练个刀跟在水里挥胳膊一样。那就对了，等你习惯了这里的阻力，回去之后速度至少快2成。我的刀盾，行吧，练就练。火系法则在极寒中反而被激发了，不错。像淬火，越冷的水，淬出来的刀越硬。悟性不错。你堂堂紫霄圣地的圣女，煮个粥都能煮糊。我从小有人伺候，没进过厨房。那你别煮了，我来。你煮的还不如糊的。你找打是不是？我去检查镇界碑了。迟早让你试试我赵小刀的手艺。那是什么？外域虫，虚无之主的眼线，本身没什么战斗力，但它能传递信息，让虚无之主看到这边的情况。那就别让他过来。没用，弹回去他还会再来，得把那个薄弱点补上。怎么补？用法则之力填，把法则灌进去，把漏洞堵死。消耗太大了，只补了一个拳头大的洞，就用掉了我3成的法则之力。整道裂痕上这样的薄弱点有10几个，所以你得突破。神桥境中期的法则之力是初期的3倍，到了中期补这些洞就轻松多了。那我需要一场战斗。什么意思？在这里打坐修炼太慢了，我需要压力，真正的性命攸关的压力，生死之间出灵感。你想跟我打？师傅您疯了！他天庭境中期，不是要赢，是要在他的压力下逼出突破的契机。你的刀意当年怎么突破的？被周烈逼出来的。同样的道理。说好了，我只用神桥境巅峰的力量，再高你接不住。行。起来。再来。你的法则运用太死板，12道印记每次都平均分配，为什么不集中？有点意思，但还不够。你试试把12道全部压缩到一个点上。12道压缩到一个点，那个密度，经脉承受得住吗？承受不住就突破了。你的经脉是300年的天庭境巅峰的底子，比你以为的结实得多。放开了用。神桥境中期。7天。你300年前突破这一步用了2年。师傅，您成了！别大惊小怪。我没大惊小怪，我就是算了，我习惯了。半年从七星境到神桥境中期，我已经麻了。别比，底子不一样。我明白。师傅，周烈被刺激到了吧？被刺激到是好事。果然不一样了，同样大小的薄弱点，现在只需要1成的力量。这下那些外域虫挤不进来了。整体厚度还是只有3成，但至少没有明显漏洞了。接下来就是等镇界碑撑住剩余时间，想办法彻底修复。突破神桥境中期，封印暂时稳定。恭喜师傅，
天刀城一切正常。另外，白苏来过一次。他来干什么？没说，在城里转了一圈就走了，看了看您的院子。先生，镇界碑有异常。这是什么情况？有外力在干扰他，从界壁对面传来的某种力量，在试图压制镇界碑的输出。虚无之主发现了，比预计的快，目前还能顶住，但如果他加大力度，能撑多久？他在跟镇界碑较劲，用消耗战。镇界碑的能量有限，虚无之主的力量在他自己的地盘上几乎无限。原本半年的能量，现在只能撑3个月。又是3个月，绕了一圈回到原点了。不对，不能被他牵着鼻子走，我们就得换思路，不能防守，得直接进攻。进攻？怎么打？打谁？不是打虚无之主，是修复封印。不是补漏洞那种小修小补，是把9层封印全部重建。你知道那需要多大的力量？我知道，所以不能一个人来。清晨，联系所有师兄弟，能来天渊的全部来。师父，100个弟子里，目前能联系上的有73个，其中能在1个月内赶到天渊的大概40人。够了。但师父，把这么多人聚集到天渊，天刀城和各地的防御会出现空档。如果虚无之主趁机在别处动手，他不会，他所有的力量都在对付这道封印，这是他唯一的突破口。明白，我这就发消息。师父，300年他还是个瘦弱的少年，吸不了灵力，只能用拳头。现在肉身成圣，长青，起来吧。师父您变帅了。死过一回，换了副皮囊。大师兄，25，这么多年没见，你的刀钝了没？轻点儿，你这力气。习惯了，习惯了。300年前，我一个人封住了这道裂缝，用的是全部修为，加上1条命。现在我没有当年的修为，也不打算再搭上1条命，但我有你们，一个人不够，那就43个人的力量加在一起，我来当枢纽，汇聚你们的力量，转化成法则之力，灌入封印。这能行？理论上可以，但有个问题，43个人的力量同时灌入1个人体内，经脉承受得住吗？承受得住。300年前的底子，比你们想的结实。赵本山，往左3步。这样。你的左。哦，这样。陈若雪，你的阵旗插反了。啊？哪面是正面？有字的那面。师父，2面都有字。红色字的那面朝外。停！都停！小刀，你的刀意收一收，太锋利了，把别人的真气都击碎了。我控制不住啊。周烈，你的火太猛，把旁边落雪的阵旗烧了。这是我第3面旗了。长青啊，我说3成就是3成，你给我灌满干啥？师父，我经脉差点崩了。师父，3成是多少？我不太会控制。从头来。融合度4成，不够。4成的法则之力灌进去，连1层封印都补不满，至少要7成。怎么提高？默契。43个人的力量要像一条河，不是43条溪流。呼吸、心跳、真气运转的频率全部同步。这得练多久？正常情况下3年，但我们没有3年，所以用笨办法。从今天开始，所有人一起修炼，一起吃饭，一起休息，全天不分开，用身体去记住彼此的节奏。43个人挤在一起睡，你还不乐意？没有。苏师兄，你别打呼了。没打。3年，还不如练3年。师父，我感觉到了大师兄的心跳，我能感觉到。我也是，25师兄的刀意，我能感觉到他的节奏。
7成，够了。总算成了。师傅，明天能动手了。300年前，我一个人扛下了一切，这一次不一样了。准备好了吗？开始。转化，把所有力量转化成法则之力。大伙稳住，都给我稳住！大师兄的威望不是白来的。秦无涯，看到了，快点儿！他的力量比我大，我撑不了太久。还需要多久？苏长青的坚韧，赵小刀的锋锐，周烈的炽热，陈若雪的精密。43个人，43种信念。300年前，我注入的是守护，这一次是传承。成了！师傅，我们成了。成了。能撑多久？43个人的力量加上你的法则印记，保守估计800年。够了。醒了。你什么时候来的？3天前，你昏过去之后，喝。苦。你的经脉裂了17处，我帮你修了大部分，还有3处比较深，需要自己养半个月。太久了。嫌久就别受伤。谢谢。你的弟子们都醒了，在外面等着，要不要见？让他们进来。进来吧。师傅，师傅醒了。师傅，您感觉怎么样？都闭嘴。谁做饭？我饿了。为什么看我？你不是会做牛肉面吗？这是天渊，哪来的牛？那做别的嘛。做什么？冰块炖冰块。你是火系的，化点冰烧壶热水总行吧？我是来打仗的，不是来当厨子的。5天了，总算能走了。你的医术确实厉害。17处经脉裂伤，换别人至少躺1个月。天庭镜的真气疗伤，效果确实不一样。那是我医术好，跟境界没关系。是，白神医说什么都对。师傅，弟子回去了。有事传信。师傅保重。师傅，接下来怎么办？封印的事解决了？回去，但大陆上还有一堆事要处理，各地的小裂缝，还有妖族那边也不安分。那些小裂缝封印稳固之后会自己消失吗？会，主裂缝封住了，外域的力量渗透不进来，小裂缝失去能量来源，3到6个月内会自行闭合。那就不用管了。得有人盯着，交给方杰云的封闭军，他不是想当统领吗？让他当。嘿嘿嘿，师傅您这是把活儿都甩给别人了。叫合理分工。这东西还能用吗？回去充能就行，需要3年时间。行，留着备用。 3年后他会比之前更强，毕竟吸收了这次封印的法则余韵。那倒是意外之喜。你跟我们一起回去。我有自己的事。什么事？虚无之主被挡住了，但他不会死心，他会找别的办法，我得盯着。你一个人？习惯了。拿着，有事联系。白苏，等我修为恢复到天庭境，我会想起所有事。到那时候再说，先把眼前的事做好。师傅，走不走啦？来了。师傅，
消息传这么快？天机阁的情报网不是摆设，封印重建的消息已经传遍大陆了，各大势力都在庆祝。方奇云还专门办了个宴会。他倒是会借势，人家现在是封闭军统领嘛，也算名正言顺。长大了啊。对了，师傅，有件事得跟您说。什么事？您不在的这段时间，有人来天刀城找过您。谁？姜太初。他留了句话。什么话？他说他找到线索了。线索？他现在在哪儿？不知道，走了之后就没了踪影。他想出现的时候自然会出现。虚无之主被挡住了，封印重建，能撑800年，但800年后呢？他等了300年，就能等800年。封印不是一劳永逸的办法，这只是续命。真正的解决办法只有一个，彻底解决虚无之主。但他在外域，在他自己的地盘上。你能不能走门？你在想怎么对付虚无之主？你怎么知道？因为300年前你也想过。然后呢？当时你推算了很久，最后放弃了。进入外域需要天庭境巅峰的修为，而且进去之后咱们的法则不适用，战力至少打5折。5折的天庭境巅峰对上虚无之主本体，迎面不到1成。所以我选了封印。对，但你临走前跟我说了另一句话。什么？你说如果有一天我回来了，带够人再进去。带够人？多少人算够？5个天庭境。5个？目前有谁？我，天庭境中期，白苏初期，姜太初中期，加上你，如果你能突破的话，4个了。还差一个。你那个小徒弟离天庭境就差临门一脚。清雪，帮他突破，5个天庭境进入外域，合力围攻，这才是一劳永逸的办法。需要多久？按你现在的速度，1年。柳清雪突破由你指点，半年到1年，再加上准备时间，2年。2年，封印能撑800年，我们有的是时间准备。不过有件事得提醒你。说。进入外域，不一定能回来。走了。这个痕迹什么时候有的？等我想起所有事，他会告诉我答案。关于白苏，关于300年前。别动，再撬下去扎到我手了。你院子不错，上次来你不在，我做了半天，茶叶不行，下次换好的。你说找到线索了？喝一口再说。在南荒，万骨谷。万骨谷那地方，我师兄跟我说过，进去10个出来1个。你师兄去过？没有，听说的。那就别插嘴。万骨谷底有一座古墓，墓主人是上古时期的一位大能，修为不低于天庭境巅峰。他死前留下了一样东西。什么东西？一种失传的秘术，能修复破碎的魂魄。你女儿？我女儿的魂魄碎了7片，散落各处。普通的招魂术找不回来，只有这种秘术能把碎片重新聚拢。你一个人去？本来是，但谷底有个东西我对付不了。天庭境中期对付不了，什么东西？吞天蚕，上古凶兽。吞天蚕，那不是传说中？闭嘴！吞天蚕不怕法则之力，它的剑客能吸收一切能量，你打它等于喂它。300年前我研究过，最后得出一个结论：纯粹的物理攻击不带任何灵力和法则的纯粹的肉体力量。长青，肉身成圣不依赖灵力，他的拳头对吞天蚕有效。你早就算好了。我等了300年，什么没算过。什么时候走？ 3天后。
急什么？我等了300年，你觉得我不急？3天。师傅，事情清晨师弟跟我说了，吞天蚕我打过类似的东西，北境有一种铁甲蜈蚣，也是不吃法则攻击，我一拳一个。吞天蚕比铁甲蜈蚣大1000倍。嘿嘿嘿，那我多给他来上几拳。我走之后，城里的事你们盯着。师傅，为什么不带我去？那里的瘴气对天庭境以下的修士有害，你去了是累赘。我闭嘴。还有一件事，你的火系法则在天渊已经有了突破的迹象。趁我不在，去找秦无月指点，他对法则的理解比你深得多。师傅放心。等你到了天庭境，下次有这种事儿不会落下你。说话算话。算话。带这么多干粮，我饭量大，不带够会饿。你会飞吗？不会，我的路子不修灵力，飞不了。我背你。前辈，我380斤。我知道，上来。前辈，下次能不能飞稳一点？闲话，走路去。不，挺好的。从这里往南300里就是万骨谷，跟紧。他在茧里，他在蜕变，每300年蜕变一次。上次我来，他还在外面，打不过跑了。这次他在茧里，是最好的机会。茧壳也能吸收能量？能，但茧壳比本体薄，纯物理攻击能破。打碎这个茧。打碎茧，在他蜕变完成之前解决他。蜕变过程中他没有反抗能力，但茧壳碎了之后，你只有10息的时间。10息之后他会醒。10息够了。还挺硬，比铁甲魔红硬多了。苏长青，我没事，就是痒。他在吸收周围的瘴气，不能让他继续长大。他恢复的太快了，我打的速度赶不上他长的速度。你有办法吗？苏长青，打他的头，把他的注意力吸引住。现在，长青，你的手皮外伤，师傅别看了，养2天就好。我肩膀都快卡住了。别磨蹭，里面没有机关。没机关，那靠什么守墓？吞天蚕，墓主人不屑用那些小把戏，一头上古凶兽就够了。现在凶兽死了，里面应该安全。理论上是。什么叫理论上？师傅，江前辈的手在抖。他等这一天等了300年，别打扰他。这些符文怎么了？这些符文是封印体系的，跟我用的一脉相承。你确定？这个人的封印之道比我精深得多。我现在用的那套体系，很可能就是从他这里传下来的。有意思，这座墓的主人跟你渊源不浅。找到了聚魂珠的制造方法。太好了，江前辈，那你女儿？外域非空间，乃意识之海；虚无之主非生灵，乃意识之集合体。欲灭之，非以力破力，乃以意夺之。师傅，这写的啥？我一个字都不认识。意思是，
虚无之主不是一个活物，它是外域所有意识的集合。要消灭它，不能靠硬打，而是要瓦解它的意识。瓦解意识？怎么瓦解？没了，写到这里就断了。以一夺一，如果硬打没用，那之前的计划就没用了。师傅，你听，这声音，吞天蚕的尸体，它在孵化。什么？他不是死了吗？吞天蚕死后，尸体会分裂成幼虫，数量可能有上百条。快走！上百条小虫子，好。师傅，别看下面。我没看，我闭着眼呢。那你别抖。我控制不住自己啊！没事了，幼虫太小，爬不上骨壁，而且它们没有母体的吸能特性，过几天瘴气会把它们毒死。前辈，你下次能不能提前说清楚？我忘了。师傅，下次有虫子的活别叫我。你刚才一个人锤死了一条20丈长的巨虫。那不一样，大的我不怕，小的密密麻麻的我受不了。拿到方法了，制造聚魂珠需要3样材料。万年寒玉锥我有，9转紫金莲我有，还差1样。什么？天庭境巅峰修士的1滴心头血。等我恢复修为，这滴血给你。你答应的倒快。你等了300年找女儿，1滴血而已，不值得犹豫。不过，我有个条件。说。聚魂珠制造出来之后，你帮我一件事。什么事？进外域，对付虚无之主。本来就打算去，那东西不除，这方天地迟早完蛋。我女儿好不容易找回来，总得给她一个安稳的世界。成交。师傅，还有我也去。先把你怕虫子的毛病治了再说。那是2码事儿。前辈，你不知道，我小时候被一窝蚂蚁咬过，从那以后看见小虫子就浑身发麻。闭嘴！但是真的很多虫子。再说1个字，我把你扔下去。走门太远，你传来的消息我看了，原文呢？都在这儿了。以一夺一，这跟我之前的推测完全不一样。你之前怎么想的？我以为虚无之主是一个实体，有核心，打碎核心就能解决。但如果它是意识集合体，没有核心，你打碎一块，剩下的会重新聚合。所以5个天庭境硬打没用。硬打能压制它，但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得找到瓦解意识的方法。朱简上没写具体怎么做。断了，后面的内容没有。那个墓主人既然研究过外域，不可能只留了这么一片竹简，应该还有别的遗留，可能是洞府、藏经阁或者某个弟子的传承。你打算去查？天机阁的藏书里可能有相关记载，这条线索我来跟。你专心修炼，突破到更高境界才是当务之急。你修为不够，后面的事都是空谈。从明天开始冲击神桥境后期。有消息我会通知你。如果虚无之主是由无数意识组成的，那些意识从哪儿来？外域是意识之海，谁的意识？你的刀变了。怎么变的我自己也说不清。就是在天渊那段时间，43个人挤在一起，我能感觉到每个人的力量。然后我就想，我的刀到底是什么？想明白了？没有，但比以前清楚了一点。现在觉得刀是我跟这个世界说话的方式。谁教你的？没人教，自己琢磨的。师傅，你别用那种眼神看我，我又不是傻子。我什么眼神？就那种哟，这小子居然开窍了的眼神。滚去练功。先生，喝汤。苏瑶，
你炼丹的时候怎么去除药材里的杂质？看是什么杂质，如果是物理杂质，用水洗就行；如果是药性里的杂质，得用火炼，不同的火候去不同的杂质。如果你不知道杂质是什么呢？那就一样一样试，先用文火慢炖，看有什么浮上来，浮上来的就是杂质。谢了。先生想通什么了？没事，不主动去找杂质，用最温和的方式过一遍，像水流过沙地，把不属于这里的东西冲出来。找到了，灰色，这是外域的颜色。我的法则印记里竟然藏着一丝外域的力量，缠得太深，调动体内法则硬者会伤到印记本身。它不是杂质，是虚无之主的印记，他一直在通过这东西监视我。秦无涯，什么事？我体内有外域的力量，一小团，缠在法则印记里。多久了？不知道，可能很久了。让我看看，确实是虚无之主的手笔，不是攻击性的，是监视性的。他通过这个东西感知你的状态，能去掉吗？能。我从外面用天庭镜法则之力压制住他，你从内部同化，两面夹击，他跑不掉。好了，以后注意，每次接触外域力量之后都检查一遍，这种钉子可能不准。看到了什么？你这些年的一切，但没关系，他知道你在变强，那又怎样？他被封在外面，干看着急。被盯了这么久，不舒服。还有一件事，那团灰色力量被你同化了，不是消失了，是变成了你的一部分。什么意思？你的法则印记里现在多了一丝对外域的理解。进外域之后，你的法则不会完全失效，因为你的法则里已经融合了一丝外域的本质。因祸得福，那竹简上说的以一夺一。对，你现在比任何人都更适合做这件事。你的法则里有外域的成分，那突破后期的障碍已经没了。那团灰色就是你的障碍。同化它之后，你的法则印记已经完成了蜕变。试试看。神桥境后期，从中期到后期，1个月，你300年前用了5年，底子不一样。你每次都这么说。离天庭境还有多远？神桥境巅峰，然后天庭境，2步。按你这个速度，半年。快了。有件事我一直没跟你说，300年前你封印裂痕的时候，不是一个人，白苏在场，你把他打晕了，让我带走，因为你知道，如果他醒着，他会跟你一起留下。我说了什么？下辈子别等我了。下辈子别等我了。半年突破天庭境，然后进外域，结束这一切。意识集合体，一个由无数意识拼凑起来的存在，它的自我是什么？想不通。先不想了，练功。师傅，我觉得我快摸到天庭境的门槛了。还早。怎么还早？我都能感觉到了。感觉到和摸到是两回事。你现在的状态像是站在河边看到了对岸，但桥还没搭好。那怎么搭桥？你说过，刀是你跟世界说话的方式。那你想跟世界说什么？想清楚这个问题，桥就搭好了。师傅，这个问题能不能给个提示？不能。这老头真小气。师傅，秦前辈让我来传个话，他说在天机阁的藏书里找到了一条线索，跟那个墓主人有关，让您晚上去找他。他人呢？在城东的酒楼喝酒，说是请客。秦无涯请客，我也觉得奇怪。师傅您来了。坐坐坐，别客气。你请客还让我别客气？林清晨付的钱。秦前辈你自己说的请客，到了又说没带钱，说正事，什么线索？天机阁的旧档，3000年前的记录，里面提到一个人风道祖师，就是那个墓主人。 80%是，记录里说风道祖师是上古时研究外域的第一人，他自己进了外域，再没回来，死了。不确定，记录里的原话是入虚无而不返，生死未知。3000年前的事儿了，大概率是没了。
但有意思的是，他进外域之前，把自己的研究藏在大陆各处。万改谷那个是一份，我查了天机阁所有相关记录，在哪位置？东海，龙骨岛。龙骨岛，东海深处那座孤岛。记录里说，风道祖师的第2处藏经地在龙骨之下，雾海之中。整个大陆符合这个描述的，只有龙骨岛。什么时候去？不急，你现在的修为去龙骨岛没问题，但那地方的雾气会干扰神识。神桥境后期进去，探查范围会被压缩到100丈以内。等你到了巅峰再去，效率高10倍。那就3个月后。师傅，出事了！怎么了？方继云来了，带了封闭军300人，说要见您。别紧张，方启云不是敌人。我不喜欢他，上次见面他那个态度。闭嘴，到了别乱说话。前辈，方统领，什么事？南疆出事了。什么事？3天前，南疆边境的一个小城落霞城，一夜之间所有人消失了。多少人？23000人。城里的房屋完好，灶在里的火还没灭，桌上的饭菜还是热的，但人一个都没有。封闭军去查了，我亲自去的。城里没有打斗痕迹，没有任何挣扎的迹象，就像所有人在同一个瞬间消失了。城墙上剥下来的有一样东西，外域的印记。我也是这么判断的，所以来找你。封印不是铺好了吗？外域的力量怎么还能渗透进来？不是从裂缝渗透的，是已经在大陆上的。可能已经在大陆上布置了后手，就像他在我体内埋了一颗钉子一样，他可能在别的地方也埋了。23000人，他拿这些人做什么？不知道，但不会是好事。方继云，落霞城距离最近的小裂缝旧址多远？80里。那条小裂缝还没闭合，按秦前辈的说法，还需要2个月。未闭合的裂缝，80两外的城市，23000人消失。我去看看。我跟您一起。不用，你带封闭军把南疆其他城市的百姓疏散，所有距离未闭河洛100里以内的居民全部撤离。全部？那涉及的城镇至少17个，人口加起来超过40万。40万人的疏散和40万人凭空消失，你选哪个？我这就去办。师傅，我跟您去，你留下。天刀城不能没人管。师傅，我去。你也留下。这次不是去打架，是查探。人多了反而碍事。我一个人去，快去快回。别担心，师傅的实力，你我都清楚。我知道，就是不放心。城还在，人没了。没有打斗，没有血迹，所有人在同一瞬间被抹去了。地底有阵法，不是人类的手法，外域的阵法，但有人帮忙修补过，不是力量自己渗透进来的，是有人主动配合。怎么样？人被送进外域了，通过一个阵法。外域的阵法怎么会出现在大陆上？阵法是外域的东西。但有人帮忙布置，大陆上有内应。谁？不知道，但能布置那种阵法的人，修为不会低，而且必须对外域的力量有一定了解。能接触到外域力量的人，范围太大了，靠近过裂缝的修士少说上百人，所以得从阵法本身入手，让天机阁的人查，大陆上谁研究过外域的阵法体系。这种东西不是随便一个人能学会的。明白。我今天就安排。先吃。先生，出大事了。严重吗？2万多人没了。吃完好好休息。你怎么进来的？别问我怎么进来的，看看这个。你这字能不能写清楚点儿？这莫离，天机阁旧档里的记录，600年前有一个修士曾经主动接触过外域的力量，元婴境巅峰。失踪前最后出现的地点，南疆。这个人什么来头？孤修，没有师承，没有门派。天机阁的记录里说，他痴迷于禁术研究，尤好外域之学。600年前失踪，如果他没死，现在的修为……神桥境巅峰修炼600年，
运气好的话，天庭镜。找他，已经在找了。天机阁全力运转，3天内给你结果。秦无涯，如果换的那千人被送进外域，还有救吗？理论上，进入外域之后击败虚无之主，能把他们拉回来。如果意识已经被吞噬，加快进度。龙骨岛的事不能再等了。你的修为还没到巅峰。神桥境后期进龙骨岛，神识被压缩到100丈以内。你确定？100丈够了。行，我陪你去。龙骨岛在东海深处，从海岸线算起大概3000里。到了之后别乱跑。雾气的影响不只是干扰神识，还会制造幻觉。你心里最在意什么，他就给你看什么。你进去过？进过一次，看到了一桌子菜。然后呢？然后我吃了，是幻觉，吃不饱，出来之后饿得要死。到了，进去之后跟紧我，我的神识能撑住500丈，你的会被压得更狠。知道了。神识从8000里压缩到50丈，比预想的还严重。雾气比上次浓了，跟紧。这是龙骨，上古龙族的遗骸。这座岛就是一条龙的尸体，骨架撑起了地形。整座岛，这条龙多大？从岛的面积推算，至少500丈。500丈，小金现在才5丈。藏经地在头骨里面，里面有禁制，只认封印体系的力量。上次我来进不去，但你能。在外面守着，我去。自己小心点儿。禁制认出了我的封印体系。风道祖师的第2份研究。虚无之主是意识集合体，由无数被吞噬的生灵意识聚合而成，吃的越多越强。如果能进入虚无之主的意识内部，唤醒那些被吞噬的意识碎片，让他们重新产生自我认知，集合体就会从内部瓦解。以一夺一不是用的意去压制它，是进入它的内部，唤醒被它吞噬的那些意识，让它的食物变成它的敌人。但前提是我的意识必须足够强大，强大能在他的意识海洋中保持自我。风道祖师他具备了条件，独自进去了，没有回来。他最后写的是望后来者以武为鉴，勿独行。这一次我不会独行。脸色不太好，里面有什么？杀死虚无之主的方法。什么方法？说说。虚无之主由无数被吞噬的生灵意识聚合而成，要杀他，得从内部瓦解他。从内部把意识投射进他的内部，唤醒那些被吞噬的意识碎片，让他们重新产生自我。风道祖师就是用这个方法进去的。他进去了，没回来。所以你得比他更强才行。我会的，而且这次有你们。意识侵入，这不是武力能解决的问题。5个天庭境进外域，武力是保障，真正动手的只能是一个人。对，进入虚无主意识内部的人只能是我。风道祖师也满足这2个条件，他进去了，没回来。他是一个人去，其他4个天庭境在外面保护我的身体。我的意识进入虚无之主内部的时候，身体是空壳。虚无之主不会坐视不管，他会攻击我的肉身。4个天庭境负责挡住他的攻击，给我争取时间。多少时间？不知道，可能1天，可能1年。在外域里守着你的空壳1年，最坏的情况。最好的呢？1炷香。差距有点大，所以要做最坏的打算。走吧，先离开这鬼地方。等等，怎么了？有人，3个不5个，在岛的南侧，2个神桥境中期，2个神桥境初期。什么时候来的？不知道，可能比我们早。他们在往这边移动。有人来过了，禁制已经被触发，里面的东西被拿走了，还在岛上。走还是打？拿走东西的人，我知道你在。
我没有恶意，我也是来找风道祖师遗留的。既然你先到了一步，那是你的缘法，但我想跟你做个交易。别出去。不想出来也行，那我把话留在这里。这里面有我600年来对外域的研究，比风道祖师的更新、更完整。如果你想对付虚无之主，你会需要这个。对了，落霞城的事不是我做的，是虚无之主自己的后手，我只是没来得及阻止。你信他？不信，但那枚字简得拿回去研究。没有陷阱，没有追踪术，就是一枚普通的巨简。他为什么要给我们这个？2种可能：第一，他说的是真话，他也想对付虚无之主，需要盟友；第二，这里面的信息有误导性，想把我们往沟里带；第3种可能，他在试探，看拿走风道祖师遗留的人是谁。那他已经知道了。我的气息收敛的再好，他那几个手下里有神桥境中期的，未必察觉不到我。他没动手，5个人打我一个天庭境中期，他没把握。别在这儿耗了，回去再说。师父，天机阁查到了，莫离600年前的孤修元婴境巅峰，失踪前活跃于南疆和东海一带。外域之学，我知道，这个你能查出里面有没有问题吗？我试试。信息量太大了，怎么了？我只看了开头一小部分，是关于外域式结构的分析，非常详细，比风道祖师的竹简详细10倍不止。但我的修为不够，没法判断内容的真伪。给秦无暇看，他人呢？应该快到了。到了。怎么样？内容是真的，但里面有一个结论让我不舒服。什么结论？风道祖师进去没回来，不是因为他失败了，是因为他成功了，但代价是自己。以意夺意，代价是自己的意识。有没有可能莫离在骗我们，故意加了这个代价的说法，让我们放弃？有可能，但也有可能是真的。风道祖师确实没回来。如果他成功瓦解了虚无之主的一部分，为什么虚无之主还活着？因为他只瓦解了一部分，他一个人的意识不够，只够唤醒一部分被吞噬的碎片，所以虚无之主受了伤，但没死。那要瓦解整个集合体，需要多少人的意识？这就是莫离给我们这枚玉简的目的。不管他是敌是友，他想让我们知道这个代价，要么是为了劝退我们，要么是为了让我们提前做好准备。你怎么选？在那之前，不做最终决定，先把修为提上去，把所有准备做到位，到了那一步再说。行，这个我带回去慢慢研究，里面的信息太多了，得花时间消化。以意夺意，代价是自己。望后来者以无为鉴，勿独行。人齐了。秦无涯天庭境中期，白苏天庭境中期，2年里他又突破了一步。姜太初天庭境中期，柳清雪天庭境初期，还有我天庭境巅峰，5个天庭境。师尊，这是我娘留给我的，说是能保平安，借您用用。等我回来还你。师尊，那您可得回来啊！开始吧。我先进。你先，我断后。撑得住。撑得住。300年，上次你一个人，这次还多带了4个，有趣。叽里咕噜说啥呢？急什么？
小清雪，这2年没白练嘛？不错。他在自己的地盘上，力量至少是外面的3倍。我的任务不是打，是等一个机会，进入他的内部。别慌，按计划来。打得跟打水一样，散了又聚。一群蝼蚁，闹够了没有？你们在拖延时间，等他做什么？想进来？风道祖师3000年前进来过，你猜他现在在哪儿？他在这里，成了我的一部分。他是一个人去的，我不是。再来！呀！古灵渊，就是现在！赵小豆叔得回来。世子，接下来就靠您了。古灵渊，快，我们撑不了太久。不能分心，往前冲，必须找到核心，找到那些还没被完全同化的意识。他在利用这些人构建防线，像那堵令人作呕的灵魂防线。让开！再撑一会儿。破！清雪！给我定住！滚开！一剑定魂，9天凝魂断。区区蝼蚁！该死的古灵渊，我们真快顶不住了。喂，你大爷在这儿呢！舍命逆轮回，地道尽崩摧，老子今天跟你爆了！前辈，醒醒！后来者，你来了，跟我回去，带他们走。3000年，够久了。诸位，随我走一遭。跟着我，咱们回家。你们做了什么？成了，成了。谁都别想回去，一起毁灭吧！走。古灵渊，你干什么？师尊，师尊！大家替我照顾好天刀城。赵小豆，这铜钱怕是还不了了。师父，师父！他没出来，他没出来。不可能！师父说了回来还我铜钱的。师父，你出来呀！师父！林先生，先生他们该回来了吧？不可能！
觉得他能回来吗？300年前他消失了都能回来。秦前辈，外域的封印真的打不开吗？打不开，9层光膜是单向的，里面出不来，外面进不去，这是当年定死的规则。那我就劈开它。等着吧，你主人这辈子最大的本事就是让人等。赵小刀，这铜钱怕是还不了了。师傅，师傅！他没出来，他没出来。不可能！师傅说了回来还我铜钱的。师傅，你出来呀！师傅！死了吗？莫非是风道祖师拉了我一把？灵气在快速流失，修为在崩溃，天庭境巅峰，神桥境巅峰，修为再掉下去，就真的完了。赵小刀的铜钱说能保平安，我以前不信，现在也不信。这是赌一把。回来了，大陆的天空，天庭境巅峰掉到6星界，好家伙，天道，你这是可着我一个人耗呢。小猫咪，看什么看？想吃我？先排队。老人家，打扰一下。外乡来的，遭难了。想问问，这是哪儿？芒砀山脚下芒家村。属哪个郡？南阳郡。今年是什么年份？天历4927年。不管你是从哪个犄角旮旯闭关出来的，还是遭了难，进来吧。灶上有口热粥。你们修士的事儿我不懂，但你这样子应该是吃了大亏。是吃了大亏。那就养养，急也没用。老张，多谢了。多双筷子的事儿，你这就要走？得赶路了，有必须回去的地方。路不好走，当心。外域威胁没了，大陆倒是太平了。值了。路费得想办法。风寒入肺，我给你开副清肺化痰的方子。大夫，我不是来看病的。那你排什么队？找活干，懂点医术，想在您这儿做半天诊，挣个盘缠。懂点儿？什么水平？您这个方子，黄芪多了3000，圈贝少了2000。那个病人是寒邪入肺，不是风寒。这位兄弟，且慢，麻烦再过来，我重新诊一下。你坐那边吧。啊，小兄弟，你这水平不像是懂点儿。年轻时跟人学过一阵。跟谁学的？您不会认识。不瞒你说，我行医30年，今天算是开了眼。以毒攻毒的法子，灵脉淤堵的针法，我以前连想都没想过。凑巧而已。留下来吧，我把回春堂让给你都行。明天就得走，有必须回去的地方。去天刀城6星境，路途有点远，可能会不太舒服，忍着点。天庭境是坐传送阵如喝水，现在跟坐摇车似的。3年了，终于回来了。
先生，你行了，别哭。谁哭了？师傅，你又瘦了。修为掉了，掉得挺狠。头发白了几根。你要不要再找找别的毛病？魂灯灭了3年，素瑶每天去祠堂擦供桌，擦了3年。小金呢？好了好了，起来，你太沉了。师傅，师傅，真是你！哈哈哈哈哈哈！你又活了，太好了！你娘的铜钱还你。师傅，这铜钱拖了3年，利息呢？什么利息？您借我的，3年了，总得有点利息吧？教我一招，抵利息。你现在什么境界？神桥境巅峰，差半步到天庭境。差在哪儿？法则，刀法够了，心性也够了，但法则这东西我摸不着边儿。那不是一招能解决的事。那2招也行啊。嘿嘿。秦无涯呢？南疆，半年前带弟子去查落霞城后续，那边出现了新的灵脉变动，不正常。那白苏呢？北京驻守，外域法则碎片还在侵蚀界壁，他带弟子轮值。江前辈在万华宗养伤，柳师妹伤好了，但根基受损。天庭境初期调到神桥境后期，短期内回不来了。他人呢？也在万华宗陪江前辈。还有一件事，您走后第2年，方玄州来过天刀城。哪个方玄州？药王谷的。苍鹰镇给夏西瑶解毒时见过。那个自称药王传人，最后鞠躬的年轻人。当初答应去药王谷一趟，他是为这事儿来的。这封是替他师祖带的话，药王谷谷主木然想见您。他知道我还活着。那封信是2年前写的。方玄州每隔半年来一趟，上个月刚走。去药王谷多远？从天刀城出发，西南方向过乌蒙山脉，大约4000里。传送阵的话，不做传送阵了，上次差点吐出来。您现在的修为，路上不太平。虚无之主散了，但这3年大陆冒出不少乱阵，南疆3宗矛盾，东海几家争夺灵脉，还有一件，药王谷在西南边陲，那片地方最近被渡劫门把持。门主自称神桥境巅峰，2000多山脉1/3弟子，占了乌蒙山脉1/3地盘。挡路的，不只是挡路，渡劫门想吞并药王谷，已经封了2条外出通道。蓦然隐忍不发，但局势在恶化。明天出发，赵小刀跟我一起去。就2个人，要不我也……不用。六星境又怎么了？里面有换洗衣服、干粮、伤药，还有1壶鸡汤，路上喝。带这么多？您现在又不能辟谷。师傅，我也准备好了。你装了什么？锅碗瓢盆，路上得吃饭啊！每次跟您出门3天饿9顿，有经验了。走吧。师傅，外域里面到底是什么样？灰的，什么都是灰的，没有声音，没有温度，连方向都没有。那您在里面3年，靠什么撑过来的？靠运气。师傅，那个木然药王谷的谷主，他是您什么人啊？弟子。他也是您的徒弟？那他排第几？你猜。站住！哪儿来的？过路费，1人交1份，少1份都别想过。过路费？你们渡劫门的规矩怎么比京城客栈还离谱？嫌贵，
绕路，山那头绕一圈，多走800里。够了。过吧。师傅，这帮人就是给药王谷添堵的渡劫门。就这，我大刀一横就全趴下了。你忘了你二师兄怎么说的了？门主神桥境巅峰2000多弟子，那也不够我劈的。少说大话，走路。什么味儿？好多种混在一起，又苦又香的。药王谷快到了。哇，这地方种的全是药，一颗粮食都没有。药王谷嘛，不种药种什么？药王谷不是宗门，没有长老会，没有内外门之分，就是一群钻研医术和炼丹的人聚在一起。拿锄头站岗的，头回见。2位是来看诊的，还是买药的？找你们谷主。找谷主？请问您怎么称呼？你就说有个老朋友来了。啊！几位先跟我进来吧。嘿，这地方有意思，到处都是药铺子。你看那边还有人蹲在丹炉前面看火候呢。就是太安静了。师傅，你有没有发现一个严重的问题？什么？没有饭馆，一家都没有。你来之前不是带了一整套锅碗瓢盆吗？那也得有食材呀，总不能炒药草吧？走了9天路，你满脑子就是吃。民以食为天嘛。师傅，师傅，师傅，这颗是药还是草？你尝尝不就知道了。上次尝完我拉了3天。所以你学会变药了吗？学会了。那就值。洗洗手再说话，药粉粘在脸上了。谷主他，我从没见过谷主这样。师傅，请带路吧。自己种的？叫碧螺饮，入口清淡，但喝完能疏通灵脉。不错，比你当年炸炉子的水平强多了。师傅，那都是300年前的事儿了。炸了17次，我数着呢。17次确实挺多的。17次？你专心吃你的。也没多离谱，我当学徒时连锅都炸过。好了，别急着叙旧，先说正事。渡劫门的情况，方玄州提过了。玄州最快了。怎么回事？渡劫门原本不在乌蒙山脉，5年前门主贺天霸带着人从东海迁过来，看中了这里灵脉丰富的地盘，开始扩张。起初没跟你们起冲突？没有，他们占北段的矿脉，我们在南段，中间隔着几百里，井水不犯河水。但2年前情况变了，大陆各方势力重新洗牌，渡劫门趁机吞并了周边几个小门派，势力膨胀的厉害。贺天霸的胃口跟着大了。他盯上了什么？丹方，尤其是几种高阶疗伤丹药，这些在外面极其稀缺。他先是派人来买，我没卖，然后派人来偷，被我抓了，再后来直接封路，封了2条外出通道，弟子出不去，病人也进不来，长此以往不是办法。为什么不反击？师傅，您忘了，药王谷擅长的是治病救人，不是打架。全谷能上阵的不超过50个，修为最高的就是我神桥境。谷主，不好了，渡劫门的人来了。多少人？大约300，领头的是渡劫门2长老韩铁牛。他说要药王谷3天之内交出7星回元丹的丹方，否则就踏平药王谷。300人就敢说踏平，口气挺大。7星回元丹，木然的得意所作，全大陆最好的疗伤丹药没有之一，只要还有一口气在就能救回来。当年他第1次炼就炸了炉子，炸了17次之后才成，
这东西是他一辈子的心血。韩铁牛，我去看看。师傅不必，都堵到门口了，我坐着喝茶。终于来活了，走了9天路就啃干粮，闷都闷了。小哥，木然老弟，门主的话你也听了，3天期限今天最后一天，丹方交不交？韩长老，我说过了，丹方不卖，不换，不给。不给，那就别怪兄弟们不客气了。谷主，怎么办？等等，你谁呀？路过的。路过的，那就别多管闲事。听说你们渡劫门的门主放狠话很有一套，你是2长老，应该也会2句吧？啥意思？我的意思是，你们门规里是不是有一条，动手之前必须先喊个口号？你找事儿来的？我看你也就6星境初期，在这冲什么大尾巴狼？我确实不够看，不过我身边这位，你可以感受一下。还打吗？你是谁？天刀城，你刀爷爷。天刀城，古灵院的天刀城。撤！小刀子，你等着！每次都是这句，就不能想句新词儿？师傅，这位是我的弟子赵小刀。你好，我是木然。赵小刀，那个论辈分，我该叫什么？叫师兄。他也比我收得早。第16个，你有意见？没有，穆师兄好。谷主笑了，我在谷里3年，头回见谷主笑成这样。渡劫门的事不好办，今天赵小刀镇住了场面，但和天霸没来。等他亲自出手，2000多弟子压过来，一个赵小刀也挡不住。木然，在。你那个碧螺野能不能畅饮？走了9天路，渴得不行了。管够。 6星境初期，灵气周转速度慢得让人焦躁。以前法则之力运行一个大周天只要3息，现在要半炷香。师傅，睡了吗？没有。血脉膏，我刚配的，外敷丹田，每天2次，能加速灵脉修复。你什么时候配的？刚才。 我到药王谷才4个时辰，3个时辰前开始配的。也就是说，我到药王谷的时候，他一眼就诊断出了我灵脉的问题。涂上会怎样？会烫，忍一下。你师父我什么阵仗没见过？这烫法不一般，从皮肤钻到骨头里的灼热。 然后顺着经脉蔓延，半炷香后会消退。堵塞的灵脉确实松动了一点。配方里加了3味新药，是我这几年自己培育的品种，1个月为1个疗程，灵脉至少恢复70%，剩下3成呢？需要时间慢慢养。木然，你那封信写了2年前，怎么知道我还活着？猜的，猜的。师父以前说过一句话，记住。 药王谷最值钱的不是丹方，是这些种在田里的药。药长在土里，根不断就能活。膏药不错，去睡觉。师父，渡劫门的事我能处理，不用您操心。你打算怎么处理？还没想好。那就先想，我又不急着走。 神桥境巅峰，差半步天庭境，力道、身法、角度全都到了顶。论对敌经验，同龄人里最拔尖。但法则这东西不是练出来的，别练了，过来吃饭。师傅，这药粥不错。
比苏瑶妹子做的好喝。那是药王谷特制的补气粥，你回去可以去苏瑶跟前把这话再说一遍。我收回。师祖好，你倒是长高了一点。弟子天生就矮。你师祖没说你矮，可师祖说长高了一点。闭嘴！几百个弟子，修为都不高。药王谷收弟子不看修为，只看手。看手？那我是不是进不了药王谷？你是战士的手。战士，听着挺好听。不过苏瑶妹子说我的手适合剁馅儿。渡劫门封了南通道之后，我在这片地下面布了一套小型聚灵阵，这是掩护这条暗道。通到山后面，出口在渡劫门巡逻范围之外。你早就在准备？准备了1年，但这是最后的手段。我不想跑，药王谷300年的基业，跑了就没了。渡劫门那个贺天霸，东海散修出身，40年前还是七星境的小角色，不知从哪儿弄了一门邪功噬灵诀，专门吞噬别人的灵气，到了神桥境巅峰。吞噬别人的灵气，这路子也太脏了。他的修为很杂，但压制力比一般的神桥境巅峰要猛。手底下3个长老，大长老神桥境中期，2长老韩铁牛神桥境初期，3长老殷红神桥境初期，主管情报。贺天霸脾气暴躁，但不蠢。听说药王谷有天刀城的人撑腰，他会重新掂量，然后他会亲自来。是。蓦然，你谷里有多少种毒？师傅，您忘了，药王谷用毒也是一绝，光是我配的方子里有37种可以直接让神桥境吃瘪的配伍。37种？穆师兄，你平时就研究这个？制毒先要懂毒，不了解毒，怎么给中毒的人治病？道理是这个道理，但听着还是瘆人。回去准备，渡劫门再来的时候，让他们来得高兴，走得难受。什么意思啊？6星境初期的灵力运转速度比之前快了近半成，血脉膏的效果比预想中还要好。你鼻子倒是灵，这些试验品都是你新配的。麻心散改良版，接触皮肤3息能让肌肉松弛，药效时间从半个时辰缩到1刻钟，浓度提了4倍。1刻钟，时间太短，足够把一个七星境绑起来了。你准备了多少种？能用的7、8种，配方只告诉您。人知道的越少越安全。师傅，地形勘察完了，药王谷3面环山，北面山口是唯一通道，2侧山坡陡峭，大部队展不开。天然的口袋阵。我已让弟子将迷心散药粉塞入，以灵气封印。战斗时打破封印，药粉可弥漫通道。迷心散，无色无味那个？3息起效，7星境以下中了即废，7星境以上视线和判断力也会受影响。这只是第1层。踏足粉已混入通道地面碎石中，可减慢灵气运行。还有这个弹射式暗器，灵气激发，有效距离30丈，针上淬了麻筋散，扎到皮肉即可。能破护体灵气？7星境以下没问题，7星境以上需要角度，侧面或背面偷袭最佳。这又是什么？拉肚子的。穆师兄，你这到底是学医还是学？制毒需懂毒。师傅，您的修为真的只是6星境初期？我骗你做什么？贺天霸来了，您别出手。你小看你师傅。您身体没养好，血脉膏能修复，但每次修复灵脉上限都会降低，所以那7星回元丹别浪费在我身上。给您炼的怎么会浪费？吃了。您当年教我，治得了的病要治，治不了的病更要治。他把这话记了几百年。师傅，你也别小看我。蓦然呐！贺门主，
远道而来，失迎。5天前，你的人赶走了我的二长老，300人被1个人吓跑，我贺天霸的脸还没丢过这么大。哼！7星回元丹的丹方给不给？不给。那就没什么好说的了。等一下，又是谁？路过的，来治病。治病？贺门主脸色强紫，噬灵诀的后遗症，吞了太多他人修为，经脉难以承受。这种情况不处理的话，3年之内必走火入魔。你怎么知道噬灵诀？我连虚无法则都见过，噬灵诀算什么？你是谁？我师父顾灵渊。顾灵渊，3年前杀虚无之主的那个。听说你现在修为6星境初期。哈哈哈！顾城主名气大，不能当饭吃。今天这事儿，要么交丹方，要么打。你一个6星境加2个神桥境，接不住我1200人。谁说只有2个人？贺门主，我说过，药王谷不擅长打架，但擅长用药。你脚下是踏足粉，两侧岩壁藏有迷心伞，我弟子弩上是麻心伞。你要打可以，但秦境以下的人进了通道就别想站着出来。门主，木然不是虚张声势之人，切勿冒进。那怎么办？找个借口静观其变。顾城主确定能治得了我的病？当然，但有条件：撤出乌蒙山脉，永不再犯药王谷。3天之内拿出治我的方案，让我看到效果，我就撤。看不到，我踏平药王谷，再拧了你顾灵渊的头。他在试探，留下3天，不是真的想看病，是想看我们能耍出什么花样。他当然不是来看病的，一个靠噬灵诀强行提高修为的散修，信得过外人才怪。那师傅的方案是让他不得不信。我懂了，光说没用，得让他看到实实在在的东西。7星回元丹还有多少？炉里还有3炉在炼，大概能出9颗。师傅，这丹药真要给他？他配用这个吗？那随便练点别的，能让他看到效果就行。贺天霸体内灵气驳杂，经脉里全是不同属性的灵气在打架。药王谷的丹药能缓解，但无法根除。那怎么办？你忘了我当年教你的第1课？变药先变人。对症下药，他体内灵气乱成一锅粥，硬去梳理太费事，不如换个思路，不梳理，排出去。排出去？排出去等于散功，贺天霸不会答应的。不散全部的功，他体内至少有7、8种不同属性的灵气在打架，把最凶的那2、3股抽掉，剩下的自然就安分了。用什么抽？你改良的麻心散，药效时间从半个时辰缩到刻钟，原理是什么？加了催化草，催化草能加速药力扩散，所以药效短。如果用在银针上呢？师傅的意思是把催化草配在银针上，通过穴位刺入，催化他体内最不稳定的那股灵气，让它加速释放。灵气冲突的根源是属性相克，让其中一方快速流失，另一方自然就平息了。但这需要精确计算，催化草的量、银针刺入的深度、穴位选择，稍有差错，就不是排灵气，是直接废掉他的修为。所以你得算准。师傅，这太冒险了，万一那人感觉不对，当场翻脸。他不会。为什么？因为时间不多了。我那句3年之内走火入魔，没说全。照他现在灵气冲突的速度，撑不过2年。师傅怎么知道？他进山口的时候，灵气外泄了3次，你以为那是威慑？那是失控。他来药王谷要丹方是其次，找治病的办法才是真的。我需要时间准备，银针的药膜要重新配，催化草的剂量得调整，还得准备急救的丹药，万一出意外，至少能把它稳住。给你2天。师傅放心。师傅，你真信那家伙会老实治病？不信。那你还……但他没别的选择。师傅，穆师兄关在里面不吃不喝的，真不用管。别打扰他，炼药的时候分神最忌讳。我该干嘛？带药王谷那50个能打的弟子，重新布防镇口通道。不是要治病吗？还布防？万一他翻脸，至少能拖一拖。明白，防着点总没错。贺天霸是个聪明人，他带1200人来，不是真的要踏平药王谷，真要打，早就动手了。那他拖3天干嘛？
给自己找台阶下。什么台阶？治病成功，他得了好处，撤走不丢面子；治病失败，他更有理由开打。到时候药王谷理亏，大陆上也没法说他以大欺小。这家伙脑子够多的，能从七星境一路走到神桥境巅峰，没点脑子做不到。去准备吧，第3天可能会动手，也可能不会，但不能不防。明白。好了，好了。催化草的剂量减了3成，刺入穴位后能精准引导灵气冲突最激烈的那一股，让它通过针尖泄出来。你估计整个过程要多久？大概1炷香时间，期间不能中断，不能分神，否则灵气反噬，后果很严重。你亲自来？我手最稳，玄州差一点。万一出事，贺天霸暴起伤人，赵小刀守在外面。我让方玄州准备了3颗急救丹药，真出事，先保贺天霸不出更大问题。他活着比什么都有用。你自己也要小心。师父放心，我这手法练了300年，就算闭着眼睛也不会扎错。撤了一半人，但帐篷没拆，留后手。他怕治病的时候，我们趁机偷袭。哼，那他不怕自己人不够多，镇不住场子？来了。师父，后面那黑袍的是谁？齐无名，渡劫门大长老，神桥境中期，是个狠角色。来治病带这么多人，生怕别人不知道他心虚。顾城主，3天到了，方案准备好了，进去谈。就在这儿谈。针灸治病需要安静的环境，灵气变动会影响效果。贺门主如果想确保安全，可以让你的人守在外面，你一个人进去，或者我们就在镇口搭个临时的治疗点，当着所有人的面治。门主，当着所有人的面治，至少能看清他们的手段，比进去安全。怎么治？躺下，用针引导你体内冲突最严重的灵气，通过穴位泄出。过程大概1炷香，会疼，但不会伤根基。泄出去多少？看情况，最少3成，最多5成。5成灵气，等于掉一个小境界。掉一个小境界，还是2年内彻底失控？贺门主自己选。万一你做手脚呢？就1张床，1个人，几根针。躺下。放松，针入3寸，引导灵气。你越抗拒，过程越痛苦。继续，忍住。师父，别动，正常现象。第一股要出来了。别动，再观察。水属性的也开始排了。最后一针，这一针会更疼，忍住。感觉怎么样？轻了，身体轻了。剩下会在接下来1个月里慢慢平衡。贺门主，条件我师父已经提过，离开乌蒙山脉，以后不碰药王谷。条件，我答应。撤！真撤了。他那么老实？他不老实，但他不蠢。今天的治疗效果他感受到了。接下来1个月，他的修为会慢慢恢复。这条路比他以前的路慢，但稳。师父，暂时解决了，但贺天霸不是善褚，他今天退，是因为需要时间养伤，等他修为恢复。今天先庆贺一下，你那个碧螺饮还有吧？有的话，晚上喝2杯。有。来，摆手腕。我不来了。你一个神桥境巅峰，欺负人家小辈。穆师兄，我让他3成力了。3成力那也是欺负。师父，贺天霸真的会走？今天会。然后呢？
然后他会回去养伤，等修为恢复了，再想别的办法。暗道已经挖通了，出口在山后面，渡劫门巡逻范围之外。我还让弟子们在通道里多埋了几层毒，迷心散、麻吉散，还有新配的一种吃骨粉。真打起来，他们逃不了。别光想着守，药王谷不能永远缩在山里，该出去的时候还得出去。师父，您的修为……急不来，你师父我都死过一回了，没啥大不了。方玄州这孩子，您觉得怎么样？手稳，脑子活，药王谷的下一任谷主就他了。我也是这么想的，但他说不想当谷主，嫌麻烦。那就让他先闲着，等他真当了，自然就不闲了。师父，有件事。说。贺天霸走的时候，殷红多看了我几眼。那个女人是渡劫门的情报绸子，眼神很利。她在记我的手法、银针的穴位，她在学。让她学。但这手法很难，光是针灸的手法，没3、5年练不出来，更别说配药。她学不走的。你以为我让你当着他们的面治，没考虑过这个？殷红会把今天看到的一切记下来，回去报告给贺天霸。贺天霸会试着找人模仿，找不到，然后他会明白，这东西只能在药王谷做。师父是故意的，故意让他看，让他试，让他失败几次，他就知道这条路走不通。到时候他要么放弃，要么真的来求药王谷。你猜他会选哪个？求就得按规矩来，买卖公平，不强取豪夺，这才是药王谷能活下去的路。师父，那帮孙子真走了，那咱们呢？你回天刀城，我再留几天，等漠然这边稳了，我就走。您到时候去哪儿？到处转转。神桥境初期的修为跑不了太远，但附近几百里还是能逛逛的。那我带小金回去。小金留下，他跟你回去，素瑶又要天天念叨。金爷，咱们回头见。师父，您的灵脉恢复的差不多了，但灵脉有暗伤，冲击境界的时候会有风险。我知道，我配了一副稳固心神的药，冲击之前喝，能降低心魔干扰。不用，师父，有些东西药帮不了，心魔得自己扛。你师父活了这么多年，什么心魔没见过？漠然，我该走了。这是新配的续脉膏，够用2个月。师父，您下一步打算去哪儿？随便走走。北境那边，白苏在看着虚无之地，去看看她。然后，她是师娘吗？药王谷交给你了，师父放心。还有，方玄州那孩子，多教教他。药王谷的传承不能断。灵脉的暗伤在续脉膏的作用下愈合的不错，但还远远不够。客官，有位公子求见。谁？没报名位，只说您一见便知。青柳镇这地方，不该有人认得我，是巧合还是……让他上来。顾前辈，晚辈宋清奉家师白苏之命，在此恭候。白苏，他如何算到我会来此？家师推算，您离开药王谷后北行，此时尚在青柳镇。寒江关，北境最前沿。你师父从何时开始推算？自您离开虚无之地后，誓言药王谷事毕，您必北上。他人现在在哪儿？镇守寒江关封印，不得脱身。那你离开，无妨。师父说，相较看守封印，将此信送达更为紧要。罢了，给你收着。顾前辈，寒江关近3个月来，有修士接连失踪。何种修士？7星境以上，现场未留任何打斗痕迹，人如凭空蒸发。3个月，7星以上，无声无息，这手法眼熟得很。白苏怀疑与外域有关，师父没说，但他让我带了这个。他说您看到这个就明白了，这是虚无法则的残余，并非散逸残留，而是被刻意凝聚操控的，与落下城地理阵法的气息
如出一辙。走，赶在明天入夜前到。寒江关，大陆北境之所欲，关外兵源万里，天渊横亘，界壁之外，便是外域。这位是我师父的故人。修为又掉了。掉的还挺狠。宋清都跟你说了，失踪的事，还有法则的异常。不是异常，是试探，有规律的试探。3个月前开始的，失踪的修士分布在以寒江观为圆心500里为半径的圆圈上。每次失踪后2天，封印对应方向的法则波动就会增强。第一次东北方七星镜中基采药的散修，第2次正北方七星镜巅峰巡逻的弟子，第3次西北方神桥镜初期，是我带的一个弟子。神桥初期也能无声无息消失？他不是一个人，失踪的时候他带着2个七星镜的师弟，3个人一起。现场没有打斗痕迹，但冰面上残留了这个。这结构，外域阵法体系，与落霞城地底那被人族手法修补过的部分一模一样。有人在布阵。对，且用的是外域阵法体系。布阵者至少接触并操控过法则。内应，难道是莫离？追查3月，线索断在寒江关北面300里的一处冰窟。我进去过，里面空了，但墙壁上留有阵法痕迹，对方撤得很干净，没留下尾巴。有一样，我追到冰宫的时候，这东西刚散掉，我截了一缕下来。这便是外域气息。不知道，但它出现的时间跟失踪事件完全吻合。我怀疑大陆上不止一个内鬼。失踪的修士都是什么特点？修为最低七星镜中期，最高神桥镜初期，没有门派归属，都是散修或者小门小户的弟子。年龄、性别、修炼功法都不同，唯一的共同点是，他们都在封印附近活动过。他们在找靠近过外域的人，或者说找能跟外域产生共鸣的人。我也是这么想的，所以失踪的修士都被带走了，活着带走。带去哪儿？不知道，但方向一定是朝北带进外域，或者带到外域和大陆的交界处某个能建立连接的地方。3年了，如今他们又想过来了。你的弟子，那位神桥初期还活着吗？不知道。3年前在外域，他是唯一重伤仍能站立之人。如今他守在此处，守着封印，守着这片他差点死在的地方。我帮你。寒江关的修士最差也是七星镜，你帮什么？我帮不了打架。那你……但我能帮你看东西，看阵法，看痕迹，看那些你可能遗漏的细微之处。这东西我在落霞城见过一模一样的，绝非巧合。行，跟我来。3个月，所有失踪弟子的记录都在这里，每一个细节我都核对过3遍。停一下，这个人怎么了？失踪地点寒江关东南200里，但2天后封印波动最强的方向是正东方，差了20度。你看，这不是偶然，所有有误差的失踪事件，法则的变动都异常偏高。确实，偏差越大，波动越强。这些不是随机事件，有人在特定位置捕捉修士，再送到另一个法则更容易渗透的位置。这些蓝圈是我之前标的的法则异常点，我一直觉得和失踪无关。所有偏移都指向这里，寒江关正北300里那个冰窟。他一直在冰窟附近活动，捕捉修士，送到特定位置，充当。他在用活人搭建一座桥，一座连接外域和大陆的法则之桥。冰窟是桥钉，失踪修士就是砖头。那个神桥镜初期的师弟，他失踪的位置离冰窟最近。我找到冰窟时，里面清空了，但我感觉到来他的气息残留。他的魂灯在塔里，很弱，但还亮着。他还活着，被控制着，但没被吸收。他可能正被嵌在阵法核心，充当通道节点。我要去冰窟。现在，你一个人，天庭镜离开，封印谁看？我自己去，你留下，
帮我照看封印。我跟你去。冰窟可能有埋伏，你不是阵法专家，但我见过4次一模一样的阵法，落霞城、万古谷、外域，你一次都没见过。而且，如果他还保留自我，我或许有办法唤醒他。什么办法？以一夺一的简化版。我进过虚无之主的意识深海，知道那些被控制的意识如何运作。小金也能帮忙。2个时辰，必须回来。够了。还有多远？100里。我感应到前方有虚无法则在流动，有阵法在运转。找到了，阵法核心有一个人，神桥境初期，活着。防御？只有虚无法则屏障，天庭境可硬破。我来。硬破会触发警报，惊动布阵者。让我先尝试用神识唤醒他，半炷香时间。半炷香，超时我直接破。好。喂，醒醒！白苏让我来的。世尊，他没放弃你，现在就在外面。告诉我你是谁？我是林昭，寒江关第7巡逻队。快，继续想，你是谁？世尊的剑法，他说剑是用来守人的，我记得。我是林昭，师尊还在等我。林昭，师尊，你来了。回关，现在就回。被带进囚笼后，意识一直模糊。他们想用虚无法则侵蚀我。那个阵法是谁布的？没看清，只听到一个很老的声音。他说：“桥快好了，等桥好了，就能接他们过来。他们外域的东西。”他说：“大陆上很多人等着被迎接，他们会赐予力量，赐予永恒。永恒。”那个声音有没有提到莫离？不叫莫离，他叫自己守桥人。守桥人不是莫离，却用莫离的阵法在建一座桥，而这桥的这头已经有人在等待迎接了。师尊，我在冰窟的时候听到过守桥人说话，不止一次。说的什么？第一次是3个月前，我刚被抓进去的时候，第一批引子已经就位，敲击可以开始了。第二次是2个月前，又有人被送进来，他说桥端成了，但还差几根柱子，7星镜的不够用，得找神桥镜的。第3次就是师尊来救我的前一天，他说桥面快铺完了，再有3天，第一批使者就能过来。大陆这边的接应点要准备好。3天，从他说再有3天到现在，已经过了2天。他有什么特征？他的声音很平，没有情绪。修为呢？感觉不出来。我被困在阵法里，神识被压制的厉害，只记得他的声音很近，就在耳边。他还说了别的吗？他说莫离留下的烂摊子还得我来收拾。莫离是内应，这个守桥人也是内应，但守桥人看不上莫离。不止看不上，他在接手莫离的布局。落霞城的阵法被我们破了，万古谷的也暴露了。
莫离搞砸了，所以换人来。外域那边还有别的人？外域没有人，可能有人活着被外域同化了，然后回来了，成了守桥人。不然他怎么知道虚风法则的阵法体系？怎么知道莫离？怎么能在大陆上布阵？又怎么能让一个神桥境修士毫无还手之力的被抓走？虚无法则的阵法结构上有固定缺陷，外域的体系和大陆的法则不兼容，越是大范围的阵法，漏洞越明显。你要找阵法核心，所有分阵法都连着一个核心，核心在，阵法就在；核心毁了，分阵法自己会崩，但核心不会放在明面上，一定藏在某个我们想不到的地方。寒江关周围300里，我全探查过了，没发现异常。因为你找的是外域的气息，守桥人如果真在大陆生活过很久，他懂得怎么用大陆的灵气掩盖外域的痕迹。你是说，核心可能伪装成普通的灵气节点？不是伪装，是融合。3年前，虚无之主的意识深海里，我见过类似的结构，把虚无法则灌进去，和人的灵气融合，混合体的气息，在大陆这边感受，就是普通的灵气波动。他在用失踪的修士当容器。林昭就是个例子，他被抓进去不是为了除掉他，是为了把他变成容器，但他挣脱了，所以没成功。其他人可能就没这么幸运了。还有3个跟我一起被抓的师弟，他们……如果他们还在，现在可能已经被改造成了节点。3个月失踪了17个修士，都是节点。不一定都是成功的，至少5个。5个节点呈扇形分布在寒江关周围，扇形的尖端指向正北，总枢纽就在尖端的位置。寒江关以北400里，冰原腹地。那个位置，我3个月前去过一次，什么都没发现。因为你去找的是虚无法则的气息，但如果那个节点已经完全融合，你在冰原上感受到的就是普通灵气。现在去。走，趁天还亮，天黑之后，冰原的法则波动会加强，容易暴露。林昭，你留在关里，跟其他弟子一起守住封印。走。快到了。有灵气波动，很微弱，向地脉流动。是节点在吸收转化成混合能量，波动是转化过程中产生的。在哪儿？前方冰洞后面，洞口很小，里面空间很大。节点就在洞底。直接进去。先看看周围有没有防御阵法。有预警阵法，我们一进洞口，守桥人就会知道。拆！不能硬拆，拆了他更会警觉，得绕过去，从冰丘侧面打通一条路，绕到洞底。你的修为能打穿这层玄冰？我打不穿。小心，干活！快！5个节点都在这里。不是5个，还有2个。直接摧毁石头。摧毁石头，节点就断了，但5个神桥境的容器会失控，方圆300丈全完。那怎么办？先断开他们和石头的连接，锁链是媒介，砍断锁链，他们就和石头脱离了，然后再毁石头。你确定锁链能砍断？虚无法则凝成的锁链，你的剑灌注法则之力，能砍。
快一点！守桥人发现了！入侵者，退后！你们的躯体已经无法支撑了，别再挣扎了。你早就不在了，现在站在这里的是桥的一部分。桥，他在打开桥。你干什么？毁石头！桥没完全打开，能量不稳，毁了石头桥会崩。你负责外围，如果还有什么东西靠过来，挡住。就是这根柱子，断了它，桥就没了。顾林渊，上面有东西出来了！砍石头，沿着符文的缝隙砍。有防御，别看符文上，看符文之间的缝隙。快点儿！你没事？没事，就是神识有点麻。桥没打开，枢纽毁了，分阵法也会跟着崩。寒江关那边的异常波动应该会消失。他们怎么办？带回去。混合能量需要慢慢清理，能治，但得用7星回元丹打底，再配合针灸疏导。回药王谷让木然帮忙，或者让木然来寒江关。你要把木然叫到北境来？枢纽毁了，但桥的布局还在守桥人脑子里，他会再找地方重建。下一次不会在寒江关附近，可能更远、更隐蔽。我们需要更多人手，也需要木然的药。好，我让人送信去药王谷。守桥人，你知道莫离，也知道虚无法则，你到底是他们4个中的哪一个？有东西。多远？不知道。小金说，在下面。下面。冰层至少10丈厚，太深了，我探不到底。他不是在示警，他在标地。标记。冰层下面有东西在移动，小金能感觉到它的气息，但我们感觉不到。被冰层和冻土掩盖了。完全屏蔽，能确定方向吗？到处都是。什么意思？冰原下面有什么东西在缓慢移动，来自地心深处，很大。继续走，回关里再想办法。他在看什么？不是城墙，是城墙前面的冰面。新裂缝，我离开的时候没有。冰是温的。温的。不是日照的温度，是灵气流动产生的。
裂缝下面有灵气在往上涌，下面有阵法的在运转，而且是刚启动的。裂缝是灵气冲击兵前造成的。我们刚回了枢纽，他们就在关城附近启动了备用方案。可能，但也可能是陷阱，故意留给我们看的。进去看看就知道了。等等，裂缝太窄，人钻不进去。小金，又该你了。新的阵法，跟冰窟那个枢纽一样，更小，更精密，是微型节点，用来监控的。它连着别的地方，可能连着守桥人的眼睛。能追踪吗？能，但得找到它的连接点，跳下去。在冰壁后面，连着另一处阵法。让开！走。这些符文是导引线路，信息沿着这条路传回去，传给守桥人。也就是说，顺着这条路走，就能找到他。至少能找到他布置的下一个据点。出口。我们走了多远？至少10里。地道是斜着往上的，落差不大。10里之外，寒江关东南方向。守桥人，你们来的比我预想的早。你在这儿等着我们？不是等你们，是等你们毁掉枢纽。一个天庭境中期，差远了。试了才知道。不用试，你们破不了这个。外域的法则之力，大陆的灵气，劈不开。虚无法则的屏障，比冰窟那个厚10倍。你从哪儿弄来这么多虚无法则？你见过虚无之主？见过，还交过手。那你应该清楚，虚无法则不是凡人能对抗的。你们毁了我的枢纽，现在我要在你们身上拿点利息。法则不是灵气，你劈不散，也挡不住。白苏，白苏，别看了，他在用你的剑气当催化剂。别停呀！你劈得越多，光照破得越快。那我不劈。有意思，但你以为不动手，我就没办法了？灵兽的灵气也没用，虚无法则的本质是无。任何有的东西都克制不了它。顾灵泉，你在燃烧根基！你疯了吗？不可能！你没有天庭境的修为，怎么能凝聚虚无法则？谁告诉你，虚无法则必须用修为凝聚？虚无之主的意识深海里，我待了3年。3年里，我跟他学的第一件事，就是怎么用神识操控虚无法则。你的修为比我高，但虚无法则的凝聚需要消耗神识。你的神识为什么这么强？经历过生死的人，神识总会强一点。
1寸、2寸、3寸。你不是人了。我早就不是了，从外域回来的时候就不是了。虚无法则构成的身体，你那点白光伤不了我根本。你带来的虚无法则，刚才被我吸了大半，现在你还剩多少？想跑？这一次你们赢了，但桥不会停，我可以再找地方，但我们会找到你。下次见面的时候，希望你还有燃烧根基的本钱。你是不是傻？燃烧根基换修为，你知道后果吗？知道，比之前还惨。灵脉断裂37处，丹田有裂痕。你这是自毁根基。不自毁，今天就得折在这儿，值得。值得个屁！走吧，回关里，我还得给那5个修士治病。自己受伤的事，以后再说。回去，先稳住伤势。灵脉断裂37处，丹田有明显裂痕，这是自毁根基的表现。能治吗？血脉膏用不上，需要用更猛的药物，或者自行恢复。接下来的1个月，绝对不能再动武。知道了，固元汤，喝了能稳住丹田的裂痕。这是韩将官的方子，不如药王谷的，但现在只有这个。真够苦的。你不该燃烧根基，就算是死，也不该。我得活着，把外域的麻烦解决掉。外域的麻烦，不止一个守桥人。这是什么？守桥人身体的一部分，虚无法则构成的组织。虚无之主的意识深海里，我见过这种共鸣。现在没反应，是因为另一个守桥人没在附近，但他迟早会动。那我跟你一起去。韩将官怎么办？交给宋清，他现在是神桥境，能撑一段时间。师父，这是传音玉符，您不在的时候，韩将官的事儿我来处理。封印的灵力输出不能断，每天4个时辰轮班值守，如果波动超过正常值30%，立刻用传音玉符通知你，我会守好关。走吧。有反应了？有，但很弱，在东南方向。虚无法则的共鸣不分距离，只分强弱，越强说明越近。往东南走，有灵力波动，很杂，不是一个人的。多少人？至少10个，修为参差不齐，最低的7星境，最高的神桥境中期。7星境以上，可能又是守桥人的节点。先观察，别打草惊蛇。守桥人的标记是失踪的修士，都在这儿，活着，但被控制了。不是全部，帐篷有15个，但地上坐的人只有9个，另外的可能已经被改造成了节点。那些穿黑袍的，是守桥人培养的手下，他在大陆上有人手。马金伞撒在山谷口，风一吹他们就会中招。明白。问不出来，他们被控制了。神识里有禁制，一问就触发。触发了会怎样？自爆。但麻金伞让肌肉松弛，连自爆都做不到。
守桥人用他们当消耗品，抓来的、训练的、控制的，用完就扔。走吧，带一个人回去问问。到了。马金散的药效还没过，应该差不多了。什么都没有，连个储物袋都没有，干净的不正常。守桥人做事很谨慎，不给手下留任何能追溯的东西。那怎么问？他神识里有禁制，一碰就碎。那就不碰，让他自己说。怎么让他自己开口？人在生死边缘的时候，求生的本能会压过一切，包括神识里的禁制。禁制再强，也强不过一个人想活下去的念头。等他自己到那个临界点。不对，马金散的药效是1克钟，现在快1个时辰了，他为什么还动不了？不是马金散的问题，是他体内的禁制在发作，正在从内到外破坏他的经脉。自毁程序，被抓就启动，任务失败也启动。守桥人把他们当一次性的工具用，他撑不了半个时辰。顾本丹，这只能护住心脉，他的经脉还在继续崩溃。护住心脉就够了，心脏还在跳，人就还没死。只要人没死，就有机会。你在赌？赌他能撑到援兵来。宋清，前辈，有什么吩咐？给药王谷传信，用最快的传音玉符，告诉木然，我这边有个人神识被锁，经脉正在崩溃，最多半个时辰。他在说这个人快不行了，如果木然来不了呢？他会来的。完了没？差一点儿。禁制已经侵入神庭了，再有1刻钟，他的神识就会彻底消散。还来得及。来得及。方玄州，护心针。师傅，您的伤怎么弄的？跟人交手没打过。等我处理完这个，再慢慢找您算账。我要剥离他神识里的禁制，过程很快，但他会极度痛苦，可能会说一些话，你们仔细听，别打断。明白。开始吧。南疆孤神桥在下面。守桥人有几个？守桥人不止1个，2号在等祭品。祭品是什么？是城。他走了。禁制剥离的瞬间，他的生机就断了。我用银针护住了他最后一缕神识，让他把话说完。这已经是极限了。师父，神手，灵脉断裂37处，丹田裂痕，根基损了70%。您是怎么做到把自己弄成这样的？我这伤吃它没用，别浪费好东西了。我让您吃。好多了，不过断裂的灵脉还是没反应。治标不治本，但至少能让您在路上不会散架。您要去南疆，我跟您去。不行，药王谷不能没有你。师父，您现在的状态连我都打不过，去南疆有白苏，我负责动脑子。方玄州，师父，我不在的这段时间，不，师父说的对，药王谷需要我。这是续脉膏，每天涂1次。这是固元丹，痛的时候吃1颗。这个是保命用的，不到万不得已别动。知道了，木然。师父，您要答应我，别乱来了。放心。南疆固神桥在下面，守桥人2号。守桥人不止1个，这比我们预想的要复杂。他说下一个目标是一座城，守桥人2号在等祭品。如果我们晚一步，那就不能晚。什么时候出发？现在。踏雪居1天800里，照这个速度，
到南疆得跑个7、8天。不飞。我现在这身板，吹着风就得散架。所以选了最笨的办法。最笨的办法，有时候最稳。小金，加油！在药王谷养了一身膘，正好拿来消耗消耗。里面是100颗固本丹、10瓶续麦膏、3颗7星回元丹，省着点用。尤其是7星回元丹，那是保命的。知道了，啰嗦。还有这个，打开看看。这是什么？噬魂针，扎进人的神庭穴，能让对方的神识在3个时辰内慢慢消散。过程很痛苦，但能问出所有秘密。你平时就研究这些东西？有备无患。走了。7天了，一直没反应，安静的像死了一样。守桥人2号很谨慎，他可能在等我们放松警惕，或者他在忙别的事。他可能在南疆的某个角落，忙着改造那些被抓的修士。你觉得他在南疆经营多久了？至少几个月。守桥人做事不会打无准备的仗。那我们也不能打无准备的仗。早点休息，明天赶路。万古城，南疆最大的城市，5大古门的总坛所在地。城墙是活的，这些藤蔓还在生长。不习惯。这里的气息很杂，想藏一个人确实容易。先进城，找个地方住下，打听消息。哟，2位客官，打尖还是住店？住店，2间上房。安顿好之后，你去城里转转，打听一下最近有没有什么异常。我去打听。你修为高，不容易出事，我留在客栈养伤。行。7星回元丹的效果不错，丹田的裂痕已经愈合了大半，断裂的灵脉也开始有了一点连接的迹象，但还是很慢。看什么呢？也是，这地方跟北京确实不一样。打听到了。说。 3个月前，5大古门之一的千书门，有一位长老失踪了。神桥境中期的修为，到现在还没找到。怎么失踪的？在门派禁地里闭关，然后人就没了，也是没有打斗痕迹。这个手法跟寒江关的一模一样，悄无声息，不留痕迹。还有，最近1个月。 万古城失踪的散修都是7星境以上的。守桥人2号已经在这里活动很久了。千珠门的禁地在城西，一个叫百毒林的地方。去看看。现在？趁夜色，不惊动任何人。 有阵法，不过不算太强。走。空气里有轻微的毒素，浓度不高，但时间长了会影响判断。木然配的，能抵3个时辰。你那个冰晶有反应吗？ 有，而且越来越强，方向对了，就是这里，热度在洞口达到了顶峰，里面可能有陷阱，
有陷阱也得进去，守桥人2号的线索就在里面。我先进，小心。是失踪的那个长老，没有外伤，但神魂被抽走了。神魂被抽走，跟韩将官的手法如出一辙。外域的阵法体系，但比韩将官那个枢纽更复杂、更庞大。有什么不同？它不光是连接点，又是一个转换器。转换什么？他在用神魂当祭品，把大陆修士的神魂转化成外域的能量，然后通过这个阵法传送到某个地方。传送到哪儿？桥上。不好，是陷阱。他早就知道会有人来，这个阵法是故意留在这里的。快走！他把整个百毒林的毒虫都引过来了。他控制了这些毒虫，跟控制那些黑袍人一样的手法。这样下去不是办法，我们的灵气会耗尽。灵气消耗太大了。你们是中原人？是。中原人来我们南疆的禁地做什么？追一个仇家。你们的仇家可真会挑地方。百毒林可是千蛛门的禁地，一般人进都不敢进。就这点修为，怎么敢来百毒林？还有我，有意思。你们是道侣？姑娘，还未请教。我叫青鸾，万古城百鸟门的门主。你们呢？白苏。顾林渊，青鸾门主，救命之恩，铭记在心。不知可否再帮我们一个忙？说来听听。山洞里有个阵法，是我们追踪的仇家留下的，我们想毁了它。你们在这里动手，不怕千蛛门找麻烦？那个阵法抽走了千蛛门失踪长老的神魂，我想千蛛应该更想找布阵的人报仇，而不是找我们的麻烦。说什么？千蛛门的陈长老是被这个阵法害的？他就在山洞里，神魂被抽走，身体已经干瘪了。我帮你们拦住这些虫子，你们去毁阵法。多谢。他在通过阵法召唤东西，从外域召唤。这个漩涡是通道，如果让它完全打开，那就毁了你！等等，不能硬来，你一剑下去，可能会引爆外域的法则，到时候整个百毒林都会被夷为平地。那怎么办？我来。你要做什么？顾林渊，你现在的身体……我用神识探进去，找到阵法的核心节点，从内部瓦解它。如果你的神识被困在里面呢？那就麻烦你把我拽出来。好。又是你，顾林渊，你真是阴魂不散。彼此。你以为毁了这个节点就能阻止我？不试试怎么知道？这个节点只是我万千计划中的一个。我在南疆布了360个这样的血池，你毁得完吗？你毁掉一个，我就启动10个。360个，我的桥很快都要完成了，整个南疆都会成为外域的疆土。你做梦？是不是做梦？你很快就知道了。怎么样？麻烦大了，他在南疆布了360个这样的血池，
这个阵法只是其中一个总枢纽，他想把整个南疆变成外域入侵的节点。360个血池，必须阻止他。这个阵法是总枢纽之一，毁了它，至少能拖延他的计划。怎么毁？你刚才说不能硬来。引爆它，用我的方法。你疯了！你现在的身体再燃一次会……不然，大家一起玩。给我护法。所有的一切都压在这一击上。闪！走。快上来！你们到底做了什么？林渊，别睡。蓦然给了你3颗7星回元丹，你还没吃，不准睡！醒了。这是药王谷。3个月。南疆那边怎么样了？百毒林，别动！青鸾门主传信来了，百毒林的空洞在3天后停止了扩张，但整个百毒林连同千蛛门的山门都消失了。其他人呢？白苏，他还好吗？白苏守了你3个月，每天守在床边，寸步不离，前天才走的。他说他要去把剩下的359个血池一个一个找出来，毁掉。他一个人？他走的时候让我转告你一句话，他说等你醒了就去天刀城找他，他会在那里等你。蓦然，扶我起来，去天刀城。你现在的身体连下床都费力，灵脉全断，丹田破碎，根基没了，你的命都是每天用药吊着的，你的经脉已断，丹田尽毁，无力回天了。那就爬过去，我不能让白苏一个人去面对那些东西，而且我总觉得事情没有这么简单。你每次都这样，说了也不听。放心，你也要去。体外灵脉会沿着银针形成灵气通道，代替你断裂的灵脉。360多少根？而且不能拔出来，我用特殊药膜把银针跟皮肤融合，针体会嵌入穴位下方3分处。那我以后是人还是刺猬？针体很细，看不出来。好了，别摆出这副表情，好像我回不来似的。我没有。天刀城，白苏。药王谷的药，送给天刀城苏瑶的。我替你送，你让开。又来一个不怕死的，你什么境界？练气气？你是来搞笑的吧？行了，回去告诉贺天霸，这药你拦不住。你到底是谁？下一根扎眼睛。他不听我的，咬不咬你看他心情。你叫什么？陈小北，药王谷弟子。药箱给我，我正好去天刀城。你也是药王谷的人？算是。你去问你师傅，就说他师傅把药顺走了。这是谷主让我带给天刀城苏瑶姑娘的信。你受伤了，回药王谷养伤去吧。路费够不够？够的。别走大路，
绕着走。渡劫门的人可能还在附近，走吧。你在药王谷减肥，效果不错吧？青晨师兄，小道师兄，停！你再转我真会散架。师傅，你的修为……师傅，白苏白前辈留了话，他说您来了，就在后面那间屋子等着。他人呢？什么区域？万古城以南300里，千霄门旧址，百毒林遗迹，就是您上次炸掉的那个地方。他带了多少人？12个弟子，加上青鸾门主支援的20人。赵小刀，收拾东西，现在出发去百毒林。我也去。你留下看家。师傅，天刀城不能没人管。苏瑶能处理杂物，但镇不住场面。你留下。先生，药王谷的药到了，7星回元丹5颗，还有木然谷主的亲笔信。说什么？说让您别再把自己往死里糟了。原话。剩下的留给天刀城。师傅，你现在真的是炼气期？体外灵脉，勉强算。那打架怎么办？你打，我指挥。就咱俩？对面是一个至少天庭境级别的守桥人，还有小金，这有点亏呀。上次在药王谷渡劫门来了1200人，你不也说不够我批的？那不一样，1200个杂兵跟一个天庭境完全不是一回事。赵小刀，你还差半步天庭境，知道差在哪儿吗？哎，不知道，修为卡在这儿有半年了。法则，法则是对天道的理解，自己的规则。但这东西我摸不着啊！你的刀，你练了多少年？从6岁杀第一头猪算起，记不清了。这么多年的刀，你的手最清楚它是什么。法约就在你的刀里，你只是不认识它。我明白了。啊！好大的坑啊！有人。什么人？天刀城的，快进去，门主在里面。你来的比我预计的快。我跑来的。坐吧。12个血池，我们毁了8个，第9个的时候，守桥人出现了。2号？不知道，不是1个人，是3个。我跟其中1个交手了，天庭境中期的底子，加上虚无法则的强化，大概天庭境巅峰的战力。另外2个没出手。3个天庭境巅峰级别的守桥人，什么名字？风道祖师。不可能。虚无之主被消灭后，他在外域的意识碎片没有完全消散，被外域吸收了。他们还说了什么？真正的桥他们已经在建了，在另一个地方。哪里？天渊冰原。宋清那边有消息吗？3天前的传音说封印出现异常变动，范围在扩大。我本来打算毁完血池就赶回去，但3个守桥人守在这里，走不了。他们在这里等什么？这是什么？我们毁第9个血池的时候从地底挖出来的。这东西不是南疆本地的物种，它在吃灵气，把周围的灵气吸进去，转化成虚无法则的能量往地底传。活体转化器有多少？不清楚，地底可能还有更多。这些虫子可能就是新材料，不需要人当节点了。他们在等什么？他们应该是等我们主动进攻。他们知道我们毁了血池，急着赶回天渊冰原。一旦我们尽早的冲过去，他们就能设伏。那就反过来。什么意思？这东西有共鸣性，如果我把它激活，3个守桥人会以为这里出现同类，他们会来查看。那查看的时候，伏击。拿什么伏击？那可是3个天庭境巅峰。不需要打赢，只需要拖住他们1个时辰，让你和青鸾带人赶回天渊冰原。真正的战场不在这里，在那边。你留下来拖。我和赵小刀，我有脑子。练气期，你不能这样。你是这里唯一能跟守桥人正面硬扛的人，你去天渊冰原比留在这儿有用100倍。那你呢？拿什么拖？我拖不了，但赵小刀能。守桥人的虚无法则身体有个弱点，他们每修复1次就消耗1份虚无法则储备，消耗光了，他们就会回归虚无。所以要不断的打他们。不是打，是逼他们修复，让他们不停的消耗。怎么逼？想想你的刀，砍过最硬的东西是什么？猪骨头。比猪骨头再硬一点的。石头。再硬。虚无之主的法则壁垒，3年前师傅境外域没出来，我想去劈开他，砍过1次。你那一刀用的是什么？
我不知道，当时就是觉得非砍不可。那就是你的法则。我的法则就在刀里。去休息，明天有硬仗。明天看看这把老骨头还能撑多久。拿着。我用不了，这是天庭镜法器。不用你用，放在身边就行。它能替你挡天庭镜的全力一击。一击？走了。师傅，他们什么时候来？我激活冰清之后，最快半个时辰。就咱俩加小金儿，嘿嘿。准备好了，来吧！接好信号。来了。信号是你发的，惊不惊喜？一个炼气期，一个神桥境巅峰，来送死的。这小子终于悟了。师傅，我好像摸到了点东西。别回头，打你的！天庭镜有点意思，我偏要非砍不可。赵小刀，逼他们修复，把他们的储备耗光。消耗，我看你们能修几次。师傅小心！声东击西，目标是我。天渊直接启动。他们去天渊冰原，白素在那边，那怎么办？跟上去，用最快的速度。你先走。师傅，我先去了。这，大家等我。那就是连接外域的桥，比我在神识中看到的庞大100倍不止。又修好了，这破东西到底怎么才能砍断？灵气消耗太快了，再这样下去，撑不了多久。小金，去帮赵小刀。好家伙，来的正是时候。再快一点。你怎么来了？这里不是你该来的地方。来看你打得怎么样。桥在吸收界壁的力量，我们毁掉的速度远远比不上它建造的速度。那3个守桥人只是护卫，真正的麻烦是这座桥本身。吃了它，最后一颗了。那座桥，除非是你巅峰时期的力量，否则没人能彻底毁掉它。谁说要毁了它？我要的是夺了它。你疯了！夺了它！就算你还在巅峰状态，触碰到它的核心也会被瞬间吞噬。我知道，所以我是唯一能做到的人。守桥人只是在维持它的稳定，但控制它的是那个核心。它现在是无主之物，只遵循着外域设定的本能在建造。你到底想做什么？我要用神识进去，抹掉外域留在里面的烙印，然后刻上我自己的。你的神识会彻底崩解，你明白吗？彻底消散，什么都不会留下。不
试试怎么知道？活体转化器，你想利用它？它能把灵气转化为虚无法则的能量。它能感应到我体内残留的那股气息，所以不怕我。我要反过来，用它作为媒介，将桥体里的虚无法则能量转化成最纯粹的灵气，灌进我的身体。把外域的工具当成自己的媒介。那个废人才是关键。小刀，拦住他！谁都别想碰我师傅！白苏，如果天元守不住，就退守寒江关，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闭嘴！你要是敢倒在这里，我就把整个外域卸了给你陪葬！师傅，你快点，我们撑得住！连接上了，就是那里，桥的核心。不好，他要夺桥，阻止他！快，撑住，都给我撑住！只要他还没完成，谁都不许退。就是他，外域的控制核心。结束了，顾灵渊。不要！这个气息，风道，不可能！你不是已经消散了吗？3000年了，你们这些叛徒还是这么不成器。师傅，这声音不对劲。借你身体一用，小家伙，看好了，虚方法则不是这么用的。风道前辈，原来你一直都在。不可能！机会来了，孩子，现在。不是控制，是引导，让他自己稳定下来。所有人，攻击桥身与天空裂缝的连接点，用你们全部的法则之力。听他的，所有人全力出手，非砍不可！不，你做了什么？李渊，你醒醒！你答应过我的。师傅，你别吓我！你睁开眼看看我呀！你说过，留得青山在，你不许走。我们还会回来的。白苏，抱歉了。师兄，那是师兄的脸。300年了，他怎么会？哦，师傅，你醒醒啊！你倒是起来呀！通天离心我不要了，还不行吗？他不会醒了。不可能！他的生机已经断了。白前辈，你救过师傅一次，这次也一定能，一定有办法的。师尊，怎么会这样？
不会就这样离开。我救过他一次，就能救他第2次。白素前辈，你冷静一点。300年前，师父只是寿元耗尽，神魂尚在，可这一次，他是神魂之火彻底熄灭。那你说怎么办？就这看着他离开吗？你不是药王吗？你不是号称能从绝境中救人吗？你救他！或许还有一个办法。我曾在一本上古典籍中看到过一种秘法，名为百灵归魂阵。这种阵法理论上可以重聚已经消散的神魂，点燃熄灭的魂火，条件极其苛刻。他需要100位与他有极深师徒羁绊且心甘情愿献出自身一部分魂力的弟子为阵基，再以一位与他有着命魂共鸣的挚爱之人为主导，将所有人的信念与魂力拧成一股绳，强行将被抹去的存在重新拉回来。成功的可能性有多大？我不知道，典籍上只说此法逆天而行，九死一生，而且还有一个最关键的问题。什么问题？我们凑不齐100个弟子。我去找，天涯海角，掘地3尺，我也要把他们都给找出来。魂力献祭必须是活人，而且必须是心甘情愿。小刀，人数不够，阵法根本无法启动。那怎么办？就这么放弃吗？人数或许够。二师兄，你忘了，我们虽然凑不齐100位师兄弟，但我们有徒孙。以徒孙补位，血脉与传承的羁绊虽然比不上亲传弟子，但如果数量足够多，或许真的可以。传承本就一脉相连，源头相同，理论上可行。林师兄，天机阁情报网立刻全力运转，联络所有还活着的师兄弟，让他们即刻赶来天渊。周烈师兄，你和沈冰师姐将归域门下所有7星境以上的核心弟子全部带来。我以万华女帝之名，昭告天下，凡我门下再传弟子，3日之内一律结缘。等着，我会把你带回来的。